我许愿，今日兽符觉醒仪式，觉醒最强兽符。杨凡攥紧手中许愿石，心头默念。下一刻，他手中那颗金色许愿石便化为淡淡金光，消失在天际。许愿成功。这颗金色的许愿石是杨凡穿越时带过来的，作用是觉醒兽符时，可许愿获得最强兽符。杨凡目光炽热地看着操场上即将搭建完成的觉醒阵法。5年了，他穿越到蓝星，整整5年了。他等的就是这一天。5年间，他对于这个世界的面貌有了基本了解。这是一个灾厄入侵，全球接连不断出现虫洞副本的世界。所有人在高考前1周都会进行兽符觉醒，唯有觉醒兽符成为异兽师，召唤出强大异兽，才能抗衡那些虫洞副本中出现的可怕灾厄。樱花国有异兽师觉醒8旗兽符，召唤出8旗大蛇，横扫境内所有虫洞副本。高丽国异兽师换来异兽鬼修山，驱散国度内所有迷糊禁区。美丽国召唤异兽毒液，不停地吞并西周弱小国度。而到了华夏，因为远古文明出现了断层，国运神殿异兽图腾缺失，异兽师们无法唤出强大异兽，成为全球各大国度的笑柄。他们嘲笑大夏无能，无强大异兽。操场上，所有高3学生以班级为单位，排着队静静等待着觉醒。凡哥，你觉得你会觉醒什么品级兽符？站在杨凡前方的同桌刘洋紧张问了句。神品，最强。杨凡目光炽热地看着觉醒阵法，语气坚定道：高中理论知识中有关于兽符品级说明，兽符品级分凡品、玄品、皇品、地品、天品、仙品及神品。他穿越时带来的这颗金色许愿石，介绍上说能帮助他觉醒最强兽符。既然是最强兽符，肯定是神品。噗，神品兽符，某些人还真敢说，真当平时异兽师理论学得好，就能觉醒高品级兽符了。我记得大夏迄今为止，觉醒神品兽符的异兽师不超过10位吧？哈哈，还神品呢，笑死人了！一群隔壁班级学生听到杨凡大言不惭的话，立刻阴阳怪气嘲笑起来。边上刘洋一脸尴尬，毕竟这话题是他说起的。凡哥，我相信你肯定能觉醒神品兽符，加油！刘洋鼓励了一句，换来更多的嘲笑讥讽。杨凡看傻子般看了眼他们，没有理会。这时，不远处站着的几名老师也闲聊起来。老苏啊，今年你们班这一届学生资质不怎么样，这吹牛皮功夫一流啊。张国富朝杨凡看了眼道：说不定今年觉醒。周颖，初恋。随着觉醒导师叫到名字，众人目光齐齐落到3、5班天之骄女周颖身上。周颖，建陵中学天之骄女，众多男生心头的校花女神。她的父母更是拥有仙品兽符，故此这场兽符觉醒仪式，她早就成为众人关注对象。大家都在期待她能觉醒出什么品级兽符与天赋。周颖被点到名字，从人群中走出来。她向觉醒阵法走去时，扭头看了眼人群中杨凡，这个混蛋，3年高中异兽师理论知识考试4次被他压一筹，从未有过1次超越。万年老二的称号让周颖抓狂又憋屈，可算等到兽符觉醒这一天了。他一定要超越这混蛋，一定要！嗡，觉醒阵法运转，亮起一道又一道刺眼光芒，1道、2道、3道，共有7道之多。嗷！伴随着一声嘹亮凤鸣，天空中出现了一只黑色的凤凰虚影。这是神品兽符。众所周知，兽符品级共有7品，每多1道光芒，兽符品级就会提升1个品级。此时，众人眼前出现了7道光芒，并且还出现了一头黑凤凰异兽虚影。这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周颖这位天之骄女觉醒的兽符乃最高神品，并且还是百鸟之王凤凰兽符。老苏，瞧见没？你们班杨凡每次模拟考试全校第1又如何？我们班周颖觉醒了神品兽符，你们班那些歪瓜裂枣怎么比？张国富的色的大笑起来，开心炫耀的同时，还不忘记踩一脚杨凡。毕竟以往他们班天之骄女周颖处处被杨凡这厮压一筹，如今可算扬眉吐气了，他怎么能不发泄发泄？周颖兽符神品天赋 SS 级。随着觉醒导师们宣布结果，整个操场一片哗然。大家都知道周颖有优秀的父母，加上他自身又足够努力，大概率觉醒高品级兽符与天赋。可谁都没想到，他居然首阶觉醒了神品兽符。
这未免太夸张了吧？果然是父母大于努力啊！不错不错，女娃子多努力，我大夏未来靠你这样栋梁之才了。连一手板着脸的觉醒导师脸上也露出了少有的赞许之色。谢谢导师夸奖，我一定会努力提升实力，回报大夏栽培。周颖恭敬行了个学生礼，他从觉醒阵法中出来，目光挑衅般看着人群中杨凡，王八蛋，这次你输定了。杨凡，出列！觉醒导师突如其来的声音听得苏天国心头一震，双手不自觉地攥紧成拳头。那些排着队的学生们也齐齐把目光看向杨凡。在剑灵中学，要说谁名声能压天之娇女周颖一筹，非杨凡这个怪物莫属了。此时众人看向杨凡的目光有期待，有同情，也有幸灾乐祸。尽管杨凡过去异兽师理论考试总能稳稳压制周颖一筹，但理论考得好不代表就能觉醒出高品级兽符与天赋。周颖觉醒的可是神品兽符 SS 级天赋，杨凡这个父母连兽符都没觉醒的歪瓜裂枣，怎么比？在这个拼爹拼妈的年代，奋斗20年也不如投个好胎啊！老苏，你们班的尖子生要觉醒兽符了，我很期待他会觉醒出什么歪瓜裂枣兽符，哈哈。张国富比谁都上心这事儿，他看着杨凡从人群中走出来，讥讽嘲笑着。苏天国没有搭理，目光一眨不眨地盯着杨凡，他心头在祈祷，祈祷杨凡能觉醒个好兽符与天赋。过去几年里，他是看着杨凡这孩子付出的血汗与努力，正因如此，苏天国心头比谁都希望杨凡能觉醒出个高品级强大的兽符。杨凡走进兽符觉醒阵法，嗡，刹那间，整个阵法就颤动了起来，发出刺眼的光芒，轰隆隆，轰隆隆，整个操场也跟着晃动，声势骇人。怎么回事？地震了吗？不知道啊，你们快看，12块觉醒石全部亮起了光柱。我的天，12道光柱，这我是见鬼了吗？操场觉醒阵法中突如其来的天地异象把所有人吓坏了，一群人惊呼连连，议论纷纷，感觉世界末日了一样。而也在此时，以12块觉醒石为阵基的兽符觉醒阵，12道光柱冲天而起，一道光柱代表凡品兽符，2道光柱代表玄品兽符，3道光柱代表黄品兽符，以此类推，7道光柱代表最强的神品兽符，7道之上情况从未出现过。现在12颗觉醒石全部亮起刺眼光芒，这是啥情况？觉醒阵法发生故障了吗？老张，这主意学生如何？苏天国激动的双眼通红，随后他想起站在边上的张国富刚刚还嘲讽他学生歪瓜裂枣呢，故此他立刻扭头反问了一句：可这动静的确有些夸张。张国富老脸憋得通红，干咳嗽2声，说不出话来。回到人群中的周颖也瞪大眼睛，露出难以置信之色，宛如被吓傻了一样。这小子要逆天啊！何止逆天，我感觉我大夏未来都寄予他一人身上了。那几名异兽师导师也满脸骇然震惊，眼珠子差点瞪得掉下来。他们为每一届高3学生觉醒阵法几经觉醒10多年了，什么品级的兽符与天赋都见过，可至今为止，他们还是头一次见到12枚觉醒时爆发出刺眼光芒的情况。也在此时，天空中缓缓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虚影，这是兽符出现的征兆。众人抬起头看向觉醒阵法上空，屏住呼吸看着。起先虚影还比较淡，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晰了。一本书，一群人看傻眼了，不仅是那些学生，就连见多识广的觉醒导师们也眼珠子差点看到掉地上。兽符形成一般而言是召唤的那些异兽的虚影，这也是为何刚刚周颖觉醒兽符时天空中会出现一只巨大黑凤凰虚影原因。可此时阵法上空并未出现任何异兽身影，有的只是一本灰白色古书《废兽符》。众人看到这里，心头齐齐升起个念头，尽管觉醒兽符的概率是30%，可哪怕觉醒兽符了，也会有近70%几率觉醒的是废兽符，而废兽符是不能召唤出异兽的。天空中出现的这本古书明显不符合召唤异兽特征，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废兽符。半晌后，觉醒阵法上光芒缓缓散去，杨凡的兽符觉醒结束了。整个操场
安静的只剩下众人的呼吸声。所有人都看向异兽师导师，等待着他宣布结果。几名异兽师导师互相对视了一眼，齐齐叹了口气。杨凡、兽服、神品、天赋 SSS 级，但觉醒的是废兽服古书《山海经》。随着导师们宣布，现场先是一片安静，接着便是一阵刺耳的哄笑声。神品废兽服 SSS 级天赋，此等觉醒结果，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不知老苏，看样子我说的没错啊，你们班这群学生真是歪瓜裂枣。张国富听到杨凡觉醒的是废兽服，再次嘲笑起来。苏天国脸色苍白，攥紧成拳头的双手，因为用力过度，指甲深陷到掌心肉里。杨凡的兽服是发生变异了，可却变异成神品废兽服，根本召唤不出异兽，哪怕是神品，也一点用处没有了。异兽师离了异兽，在那些强大可怕灾厄面前，就是一个行走的肉包子。联盟导师们叹气连连。刚刚他们见杨凡觉醒兽服时，那么大阵势，恍惚间觉得他们大夏要崛起了。奈何杨凡却觉醒了一个废兽服，白白浪费了这么高品级兽服与天赋，可惜了。一瞬间，杨凡就成了众人眼中的小丑。周颖轻轻咬着嘴唇，看着走回人群的杨凡，他的心头并没有想象中胜利的喜悦，反而是有些莫名的惋惜与同情。想必他觉醒了一个废兽服，心头很难受吧。杨凡回到队列，打开了觉醒兽服时，一同觉醒的异兽师系统栏查看起来。姓名杨凡，等级1 0.00%，力量100，敏捷100，精神100，体质100。兽服山海经超神品唯一。注意，无视国运神殿图腾，随机召唤山海经里记载的所有异兽、神灵等。注2，凡是山海经里召唤出的异兽、神灵等，替主人承担全部伤害。天赋神之鼓舞1级，主仆所有能力获得10倍增幅，唯一性。被动技能5，主动技能异兽召唤1级。灵能100，异兽0/3，装备5。超神品兽服，兽服最高品级，不是神品吗？杨凡脸上露出震惊之色，想半天也没想明白原因。随后，杨凡目光又落到 SSS 级天赋神之鼓舞上，1级的神之鼓舞就能够增幅10倍主仆能力值。此等逆天天赋，搭配他变态超神品兽服，想不起飞都难。这时，隔壁班的那些学生们七嘴八舌议论起来：“哎，真可怜啊，居然觉醒了个废兽服，可不是嘛，还是神品废兽服，连天赋都是 SSS 级，这可真够悲催的。”一群隔壁班同学尽管嘴上惋惜同情，却充满了讽刺味道，看向杨凡的眼神也俨然一副看可怜虫的表情。对于此，杨凡则是如看白痴般看了眼他们，懒得搭理。这时，杨凡班主任苏天国也走了过来。杨凡，别伤心，兽服觉醒，老师相信以你在学校表现，哪怕成不了异兽师，也会有一番作为。苏天国对杨凡鼓励安慰了一番。老师，我没事，我突然肚子疼，先回去了。杨凡心头惦记这个超神品兽服能召唤出什么山海经异兽，故此他向苏天国找了个借口开溜。别想那么多。苏天国点点头，感觉杨凡得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从废兽服的打击阴影中走出来。杨凡回去后立刻使用主动技能异兽召唤，伴随着一声低沉龙吟，杨凡身前出现了一个扁平的黑色漩涡。下一刻，杨凡便见到一头龙首蛇身，通体赤红如火，巨大的龙鳞在阳光照射下闪烁着神秘光泽，眼睛如璀璨星辰般闪耀的强大异兽从漩涡之中爬出来。这时，远在万里之外的帝都国运神殿，整个神殿庄严而又肃静。图腾大殿之中，根据异兽品级不同，自下而上供奉着数百头大夏异兽图腾。这些异兽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品级最低都是 A 级以上。突然，一声嘹亮龙吟响起，肃静而又庄严的神殿亮起刺眼红芒。那些供奉的图腾异兽齐齐跟着嘶吼，
做出朝拜帝王的姿态。而在神殿异兽图腾最高的几个位置，出现了一头新的异兽图腾。此异兽图腾龙首蛇身，似龙似蛇，双眼明亮如烈阳，让原本略显昏暗的神殿亮如白昼。出现新的 SSS 级异兽图腾，国运值加1000。神殿最上方那块石碑上记载的国运值，随着新的图腾异兽出现，猛涨了1000点。嗖嗖嗖嗖，一群帝都大佬级别异兽师齐齐冲进国运神殿。神什么？图腾之上竟然出现了一头 SSS 级异兽，加1000点国运。我的老天爷，我该不会是年纪大了，眼花看错了吧？国运值与整个大夏命运息息相关，莫非我大夏将有神子出现？查！立刻派人去查，哪怕把整个大夏掘地3尺，也要找到是谁召唤出 SSS 级异兽。原本稳重的大夏高层首脑们激动得疯疯癫癫，手舞足蹈。国运神殿，顾名思义，就是关系到整个大夏命运的神殿。主殿是在帝都，而大夏除帝王外的13个省份也有分神殿。神殿之中，不仅记录着大夏的国运值，还供奉着进入神殿图腾的强大异兽。这些异兽品级最低都是 A 级，没有一头异兽被收入神殿图腾，神殿之中的国运值就会增加一些。国运值不仅可以增幅异兽师们召唤的异兽实力，还与国家的命运存亡息息相关。一头图腾异兽加1000点国运值，哪怕是这群见多识广的老怪物们，也是闻所未闻，眼珠子都差点看得掉下来。找，哪怕把所有大夏异兽师裤衩扒下来，都得找出是谁召唤出 SSS 级异兽。另一边，杨凡可不知道，他召唤出一头强大的异兽，带给帝都国运神殿里那些高层大佬们多大的震撼。他赶紧查看起召唤出来的异兽属性值，名称烛龙品级 SSS 等级以 0.00%， 力量1000，敏捷1000，精神1000，体质2000星级1星，被动技能龙威1级，主动技能烛龙之目1级，龙吟1级。龙威威慑不高于异兽5级敌人，令对方力量负 20%。 烛龙之目，烛龙双目之中爆发出炽热的光线，造成基于精神 300% 群攻伤害。龙吟，烛龙仰天咆哮，对敌人造成基于力量 300% 群攻伤害。杨凡看完召唤出来的烛龙属性，心头骇然，翻江倒海。这就是 SSS 级天赋神之鼓舞10倍增幅的威力吗？果然可怕，才1级的异兽就拥有破千的细微属性。杨凡几经想象不出来，同等级异兽里有谁能是他对手。杨凡心头震惊完后，充满了激动。大夏第一学府，我来了，冰姐，等着我，我一定会考入天龙学院去找你。虽说杨凡是一名穿越者，5年前穿越过来，父母就几经去世了，但过去5年间，杨冰对他如亲弟弟般照顾，让杨凡心头充满了感动。1年前，杨冰以极其优异的成绩被天龙学院录取那一刻，杨凡就发誓一定要考入这所大夏第一学府去找他。第2天，杨凡早早起床，前往新手虫洞副本集合。根据异兽师高考规则，每名觉醒了兽符的学生都有1周时间来新手副本冲级，1周后将进行全国统一的异兽师高考。那些名牌高等学府至少需要升到7级以上。杨凡想报考的大夏第一学府天龙学院，录取等级更要达到10级以上。10级对于无身份无背景的普通异兽师来说，几乎不可能在短短1周时间达到。不过杨凡并不气馁，他姐姐杨冰能够做到的事情，他一定也能做到。哎呦，这不是倒霉鬼杨凡吗？怎么也来了？谁知道啊，莫非他那废兽符也能召唤出异兽？有可能，毕竟是神品兽符呢。赶紧找他组队，跟他组队，别到时进了副本还要我们女生保护他，丢死人了。一群正在集合的女生们见杨凡走来，满脸嫌弃，躲瘟神般躲着，生怕沾染了晦气。这时被众多舔狗男生团团围住的校花女神周颖
见杨凡成了过街老鼠，遭到许多女生羞辱嘲讽，有些于心不忍。毕竟他们两人曾经亦敌亦友，如今他却落魄到这般田地，实在有些可怜。周颖迟疑了下，推开人群走了过来。喂，你输了，只要你向我低头，我愿意跟你组队，带你去副本升级。哗！西周对杨凡冷嘲热讽人群响起一片哗然，特别是那些男性学生，极度的双眼通红，面目全非。他们刚刚围着周颖半天，舔的嘴唇都起皮了，周颖也没搭理他们。现在杨凡这觉醒废兽服的倒霉蛋，刚一来就主动邀请他组队，凭什么？不用，副本开了，我先进去了。杨凡看了眼高傲如天鹅般周颖，摇头拒绝。开什么玩笑，他召唤出第一头异兽便是 SSS 级烛龙，还需要跟人组队。这时恰好到新手副本开放时间，一阵白光闪过，杨凡身影便消失在原地，留下一群目瞪口呆懵逼的众人。这个家伙居然拒绝校花女神邀请，单刷副本，不可饶恕！冷血动物啊！校花女神，我愿意，我愿意。还有我召唤的异兽是头乌龟，皮厚又抗揍，我给你当肉盾。一群男生回过神，为博取周颖欢心，化身键盘侠，疯狂输出，把杨凡骂得狗血喷头。与此同时，摆出个自认为帅气的姿势，毛遂自荐。那本小姐就跟你比比，看谁升级快。本来他见杨凡觉醒了个废兽服，可怜巴巴，于心不忍才过来带他升级，岂知他还是那么拽，让他来气。周颖话音落下，也气呼呼的单开副本进去了。一群马屁精拍了半天马屁，结果拍到了马大腿上，被踢得鼻青脸肿，满脸尴尬，羞愧满面，把责任都怪到杨凡这个祸害身上。要不是这厮惹得校花女神生气，能这样？再说杨凡，一阵白光过后，他就出现在一片茂密的树林之中。杨凡把烛龙从异兽空间召唤出来，前方出现了一头野猪，烛龙手接飞过去，抬手就是一爪子，击杀2级野猪，经验加30。这时烛龙又发现了其他怪物，再次飞过去，击杀1级毒蝎，经验加10，击杀3级猛虎，经验加50。往前走一路上遇到的那些怪物毫无悬念，手接秒杀，烛龙连技能都不需要使用。杨凡这个异兽师主人闲庭游步跟在后面，尽管经验值蹭上涨，但他还是嫌弃升级慢了，毕竟他目标可是大夏第一学府天龙学院。杨凡查看了下系统灵能栏，灵能1100，异兽1/3还能召唤2只异兽，但灵能却不够，每次使用异兽召唤技能需要消耗100点灵能，而灵能恢复速度很慢，除每天自然恢复的10点外，据杨凡所知只能使用灵能石恢复或者一些特殊的技能。可灵能石对于他这样穷逼来说压根买不起。击杀5级野猪王，经验加100，获得灵能石。5级野猪王爆了颗灵能石。杨凡一脸懵逼地看着仓库里躺着的白色石头，刚瞌睡就有野猪王送枕头，真香。当下杨凡毫不犹豫使用灵能石补充灵能，异兽召唤，漆黑如墨的扁平漩涡再次出现在杨凡眼前，随即杨凡便见到一头龟的脑袋，尾巴很像龙，身似陆龟，全身金色异兽从漩涡中爬出来，名称龙龟，品级 SS， 等级1，力量600，敏捷600，精神600，体质4000，星级1星。被动技能荆棘之甲1级，主动技能嘲讽1级，尖刺防御1级。荆棘之甲遭受攻击反弹20%伤害，减伤加10%。嘲讽发出嘶吼，吸引20米范围内所有敌人攻击，削弱敌人5%伤害。尖刺防御，龙龟蜷缩成一团，展开主动防御，减伤加30%。又是一头品级达 SS 级强大异兽，虽然它的4维属性没 SSS 级烛龙那么出色，但体质高，皮厚，带有减伤技能抗揍啊，而且还带有主动技能嘲讽，这可是拉怪抗伤害的好帮手。一声嘶吼，龙龟发动主动技能嘲讽，
下一刻，只见西周方圆20米范围内所有怪物齐齐朝着他狂奔而来，对他展开进攻。逐龙之目，逐龙见龙龟身体西周，聚集了一大群怪，立刻发动群攻技能，击杀4级森林狼，经验加80；击杀3级毒蛇，经验加50；击杀7级猎豹，经验加0。杨凡经验值蹭蹭的上涨着，相比于开始时，逐龙一只异兽打怪升级速度上快了几倍。不过，唯一遗憾的是，等级超过异兽师5级的怪，即便是秒杀，也不会获得任何经验奖励，这不得不让杨凡打消现在就去杀10级怪的念头，只能杀6级以下的怪，让获取的经验值达到最大化。帝都国运神殿，一群大佬们正在开会，神殿之中突然出现了一头 SSS 异兽图腾，国运值猛涨1000点，这可是件大事情。就在他们讨论会是什么人召唤出如此强大异兽时，一名神殿工作人员急匆匆跑进来。诸位首脑，不好了不好了，神殿图腾那边又出现新的异兽图腾。什么？又出现新的异兽图腾？什么品级？要知道，正常异兽师哪怕觉醒高品级兽服，他们所能召唤的异兽，也大概率是神殿图腾中记载的这些。换个说法，神殿异兽图腾就是大夏所有异兽师召唤库。这也导致为何大夏这么多年来无人能够召唤出非常牛逼强大异兽，因为大夏古世文明出现断层，国运神殿里异兽图腾几乎没有强大异兽记载，极低的异兽图腾上限限制了异兽师所能召唤的异兽强度。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昨日神殿图腾里突然出现的 SSS 级异兽逐龙，就是图腾记载之外的变种。想不到才过去1日，神殿异兽图腾里又有新的异兽加入，这如何能不让众多大佬心头骇然震惊？ SS 级龙龟加了500点国运值。神殿工作人员赶紧汇报。各位大佬们闻言倒吸口凉气，以往他们大夏神殿图腾出现一只 S 级异兽都要烧高香，最近这2天怎么了？ SS 级与 SSS 级异兽都这么不值钱了吗？随随便便就能召唤出来，并且根据数据分析，这2头实力强大异兽似乎是同一名10级不到新手异兽师召唤出来的。什么？10级不到？还是同一个人？大佬们惊呼的声音都破音了。众多大佬们如此失态骇然，也是有原因的。觉醒高品级兽服的确能增加召唤出强大异兽概率，但也仅仅是增加概率，并非一定能召唤出强大异兽。而且哪怕运气好，真的召唤出一只 S 级以上强大异兽，20级一转之前也绝无可能召唤出第2只。可根据刚刚神殿工作人员讲述，这名怪胎异兽师完全无视异兽师召唤规则，以10级不到实力召唤出 SS 级与 SSS 级2头强大异兽，并且全是国运神殿图腾上没有的变种异兽。敢信？众大佬们惊呼过后，整个会议室气氛安静的可怕。大家说这怪胎会是谁？又是什么身份？这谁懂啊？不过根据情况来看，大概率是这一届的高3毕业生。全国13省高3毕业生里，觉醒神品兽服的只有3人。这3人我特意派人调查了，都不是。一群人沉默了会儿，讨论起来。此时他们都快急疯了，做梦都想找到这关于他们大夏国运的宝贝疙瘩。可1天过去，却依旧没有线索，他们心头如何能不急？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是点亮12块觉醒时的杨凡？毕竟他觉醒的也是神品兽服。不可能，他虽然觉醒兽服时天地异象夸张，但觉醒的却是废兽服，根本召唤不出异兽。有大佬首脑提起了杨凡，但很快他就被排除了可能，因为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废兽服是不可召唤出异兽的，哪怕神品也不行。连异兽都召唤不出来的废材，又怎么会是召唤逐龙与龙龟这样强大异兽的怪胎呢？苏北市新手副本门口聚集了一群各校老师，毕竟他们觉醒兽服的学生都在新手副本里升级，他们这些当班主任的
肯定要跟着过来。苏天国也在其中。这时，一名外校老师走过来：“老苏，你们班今年牛逼啊！听说觉醒了个神品兽服 ，SSS 级天赋的妖孽天才，真假的？”哎，什么天才妖孽，不过是召唤不出异兽的废兽服罢了。苏天国满脸尴尬，叹了口气：“苏老师，我先前听学生说，杨凡好像也来了。”这时，一名女老师对苏天国道：“什么？迎凡也来了？”众人大吃一惊，废兽服压根召唤不出来异兽，来这里做什么？副本刚开启第一时间，他就进去了。听学生们议论，好像他能够召唤出异兽。能召唤出异兽？废兽服能召唤出什么异兽？长2条腿会跑得输吗？哈哈！随着那名女老师解释，众人立刻哄笑嘲讽起来。废兽服就是废兽服，哪怕能召唤出一些低能儿异兽，也弱得可怜。苏天国脸色微微不自然，忍不住再次叹了口气。看样子杨凡那小子还是不甘心啊。实际上，莫说杨凡，他这个当班主任的也心有不甘。毕竟他对杨凡寄予了极大的厚望，可到头来，新手副本中，杨凡正在如火如荼升级，前方出现了一头脚下亮着光圈的野狗。杨凡扔了个探测术过去，野狗等级6，力量120，敏捷100，精神50，体质500，被动技能5，主动技能撕咬，发动凶猛攻击，尖锐牙齿撕咬敌人，造成120%力量伤害。后，烛龙不用杨凡招呼，张牙舞爪飞扑过去，抬手就是一爪拍下，击杀6级野狗王，经验值加150，获得野狗王牙齿。太弱了，怪刷新速度完全跟不上杨凡2头异兽杀的速度，而怪刷新的时间是固定的，这让急着升级的杨凡心头很犯愁。毕竟他想要在1周内冲到10级，还是很有难度。这时，杨凡身上亮起了升级的光芒，姓名杨凡，等级3， 0.08%，力量150，敏捷150，精神300，体质150，兽服山海经超神品唯一。注意，无视国运神殿图腾，随机召唤山海经里记载的所有异兽、神灵等。注2，凡是山海经里召唤出的异兽、神灵等，替主人承担全部伤害。天赋神之鼓舞1级，主仆所有能力获得10倍增幅，唯一性。被动技能5，主动技能异兽召唤1级，灵能150%，异兽2/3。装备升到3级了，细微属性都有微量增长，其中涨幅最大的便是精神。不过这对于目前的杨凡来说鸡毛用处没有，而升到3级后，杨凡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杀同样等级的怪物，他经验条增长速度缓慢近1倍。照这样速度，副本结束前他肯定到不了4级。杨凡念及至此，立刻驱使2只异兽朝前走去，换更高等级的怪杀，击杀7级野狗战士，经验值加100；击杀8级黑野猪，经验值加140；击杀8级猎狗，经验值加150。经验值获取最多相差5级。杨凡见附近刷的怪大部分在8级左右，立刻停下来。1天时间匆匆过去，傍晚离新手副本结束还剩下最后1小时。这时，一道强大气息传来，突如其来的强大气息让在场老师们脸色一变，齐齐抬头看向远处天际，瞬间众人就瞧见一只体型巨大的狮鹫拍动着翅膀，风驰电掣而来。片刻后，狮鹫落到地面上，从他身上跳下来个气势逼人的中年男子。周建华，建陵中学天之骄女周颖父亲，苏北市异兽师联盟分舵的会长。一群老师纷纷跑过去，阿谀奉承，拍须溜马。周建华也容光满面，意气风发。毕竟他女儿觉醒了神品兽服 SS 级天赋。要知道，在这一届全国所有高3学生里，觉醒神品兽服的学生几10万人，只有3个。而且周颖连天赋也是 SS 级，他有骄傲资本。周会长，你是来看你女儿今日成绩的吗？副本还没结束，得等一会儿。这还用看？
以周千金天赋与寿服，肯定第一啊！众人为了拍周建华马屁，故意把话题引到他女儿周颖身上，讨论着今天副本结束谁第一名。突然，新手副本出口处亮起了一道白光，随后一道身影提前从里面出来。周会长，厉害啊！令千金居然提前出来了。是啊是啊，不愧是觉醒神品兽服的天之骄杨凡。众人瞧见副本出口动静，表情一愣。有些老师逮到机会，没等看清楚出来学生模样，更加卖力拍周建华马屁。毕竟在他们看来，如此自信提前出副本的学生肯定是周颖。结果等他们看清楚出来之人乃杨凡时，傻眼了，口中拍马屁声音戛然而止，老脸之上更是宛如被人当面打了一耳光，红到了耳根。MMP， 这拍马屁拍到牛腿上了，这他们就尴尬了。杨凡今天也来新手副本升级事情，苏天国听老师们说了，故此他并没有因为杨凡出现而感到惊讶。他疑惑的是，杨凡为何在离副本结束还有1个小时提前出来了？不仅苏天国，其他人也同样疑惑看着。老师，我也不知道，我刚刚正打着怪呢，结果突然系统提示我通关了，就被强制踢了出来。杨凡也很懵逼，他好不容易升到5级，正去10级怪物刷星点、蹲点刷经验呢，结果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个脚下带着光圈的10级野人，烛龙不小心一爪子拍死了，然后杨凡就被新手副本强制踢出来了。什么？你1天不到就通关副本了？这怎么可能？对啊，虽说新手副本里怪很弱，但首关 BOSS 可是10级，等等，你5级了。众人听完杨凡解释，失声惊呼起来。他们第一反应是不相信，而也在此时，他们猛然发现杨凡等级居然升到了5级。杨凡，你的兽服不是废兽服1本书吗？你怎么能这么快升到5级？你召唤出来的异兽是什么？张国富赶紧跑了过来，向杨凡询问。毕竟刚刚周建华来了后，就属他马屁拍的最响亮，而且一副周颖今日稳拿第1的架势。哪知道没等他唾沫横飞吹捧一下周颖有多优秀，杨凡提前通关副本，从里面出来，并且还夸张的升到5级，这无疑是当着所有人面狠狠给了他一巴掌不说，还朝着他脸上吐了口水啊。张老师，我召唤的异兽是……杨凡，你升了1天级，累了。杨凡口中话还未说完，便被苏天国打断。这时苏天国冷着脸走过来，朝着张国富看了一眼，让杨凡先回去休息。谢谢老师。杨凡应了一声，抬脚离去。站在边上的张国富则满脸尴尬。根据大夏异兽师条例，高考前新觉醒的异兽师学生召唤出来的异兽种类与品级是不能随意向别人透露的，毕竟1周后他们还要参加高考，怕被别有用心的人盯上。而且新手副本这里聚集了整个苏北市所有高3学校觉醒兽服学生，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杨凡走后，现场众老师脸色无比尴尬，毕竟先前他们为了巴结讨好周建华，可是各种溜须拍马称赞周千金妖孽天才，结果副本还没结束就惨遭啪啪打脸，能不尴尬吗？苏老师，看样子你们班这一届真出了个妖孽啊，恭喜恭喜。周建华为了缓解尴尬，主动开口道。周会长，抬举了，杨凡觉醒的不过是个废兽服罢了，哪能算得上妖孽天才？苏天国急忙谦虚道，实际上他心头也很懵逼。在他看来，杨凡觉醒了废兽服，哪怕因为神品能勉强召唤出一些异兽，恐怕品级也不会高于1级，可他却第1个通关出来，甚至还在离副本结束剩1个小时升到了5级，这真太不可思议了。杨凡若算不得天才，那我们苏北市这一届新生里没人配称为妖孽天才了。据我了解，我大夏近些年来能第1日通关新手副本的，只有去年的天之骄女郎兵，而且他还是在副本结束前2分钟勉强杀死首关 BOSS， 杨凡却提前1个小时，差距一目了然。周建华作为苏北市异兽师联盟会长，度量还是有的，他
他心头是真佩服杨凡通关速度之快。同时，周建华也好奇杨凡召唤出来的究竟是何异兽？明明是废兽符，升级速度如此高效。1小时后，新手副本时间结束，进入副本冲级的各学校学生们陆续出来。此时，升到4级的校花女神周颖得意洋洋。今日，她在副本中超常发挥，靠着召唤出来的实力强大异兽一路碾压，顶着极限高5级的怪杀，在副本结束前升到了4级。她相信明天肯定能冲到6级。周颖离开副本后，第一时间便是寻找杨凡那个败犬。她想要看看敢给她脸色看的败犬，一天下来升到了几级。只是周颖在那里找半天，眼睛都瞪得发酸，也没找到杨凡身影。这一情况让她立刻拧起秀眉。哇，校花女神未免太厉害了吧，居然升到了4级。可是嘛，我召唤的可是 C 级异兽，一天冲击下来才到2级呢。你 C 级异兽算个啥？我异兽还 B 级呢，不照样2级吗？一群2级或3级学生瞧见周颖居然一骑绝尘，升到了夸张的4级，惊呼连连，羡慕崇拜声一片。对于众人的议论声，周颖依旧没有理会，还在寻找着杨凡身影。这时，那些学生也发现了周颖在找人，他们联想到清晨杨凡拒绝周颖组队，让周颖丢面子事情，立刻他们就知道周颖肯定是在找杨凡。咦，你们发现没有？杨凡那个废兽符倒霉蛋好像没出来。你这么一说，好像是的耶。那倒霉蛋该不会是在副本里被那些怪物吃了吧？真有可能。虽说新手副本里怪物不是很强，但若是召唤不出异兽，贸然进入，死路一条。一群学生又把话题扯到杨凡身上，都认为杨凡被副本里怪给吃了。小颖，在找什么呢？周建华走过来，满脸溺爱地看着女儿。爸，我找杨凡那王八蛋，你有看到他吗？周颖的话让现场诸多老师脸色一僵，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刚刚他们一群马屁精还惨遭杨凡打脸了。小颖，你找杨凡那小子做什么？张国富老脸一红，赶紧走过来心虚询问。其他人也很好奇，纷纷竖起耳朵听着。张老师，早上来时，我见杨凡那家伙被一群女生嫌弃嘲讽，有些于心不忍，于是我就主动过来，要跟他组队，带他去副本里升级。岂知那家伙明明觉醒了个废兽符，却高傲得不得了，甩我脸色看。当下，周颖把清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说出来，也说出了进副本前要跟杨凡这给他脸色看的混蛋比比升级事情。众人听完周颖的解释，脸色越发尴尬。张国富几近羞愧的想要找老鼠洞钻进去了。他嘲笑一整天的草包升到了5级，而他眼中引以为傲的得意门生才刚刚达到4级，这差距一目了然啊！张国富想告知周颖实情，又怕打击到他自尊心。边上周建华倒是看得很开，道：你说的杨凡几经提前1个小时通关副本走了？什么？1个小时前就出来跑了？难怪找等等。爸，你说什么？他1个小时前通关了副本？周颖反应过来，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父亲。不仅是他，西周那些前一刻还在嘲笑杨凡被副本里怪给吃了的学生们也懵了。对，他几经5级，杀光了副本里所有的怪，提前1小时通关出来了。周建华看了眼宝贝女儿，叹了口气。他知道这样的结果肯定会对周颖的自信心有极大打击，但想要成长成熟，有些东西是必然要经历的。提前1小时通关5级，那个混蛋怎么可能？周颖如遭雷击站在那里，被打击到了。他口中喃喃自语，精致的俏脸上满是不相信。一夜无话，第2天清晨，杨凡早早的起来，赶往新手副本。如今他几经升到5级了，争取今天冲到7级。那样的话，接下来5天时间到10级，问题应该不大。本来杨凡以为自己挤进来的够早，可等他到了新手副本入口处，发现那里几经聚集满了各校学生，一群人前一刻还在交头接耳闲聊着各种事情，而在杨凡出现一瞬间，立刻安静下来。所有人齐齐把目光落到他身上。5级，
他一天新手副本冲级真的到了5级。天哪，他是怎么做到的？难道他的废兽符召唤出强大异兽来了？好像只有这么个解释。哇，杨凡哥哥，你升级好快哟，人家才2级呢，你能带带我吗？杨凡哥哥，我能跟你组队吗？我还没有男朋友，只要你带我升级，我当你女朋友。昨日那些看向杨凡一脸嫌弃的女同学，今日态度截然不同，他们一个个搔首弄姿，嗲声嗲气围过来，求杨凡带他们升级，选择性忘记昨日他们是如何嘲笑杨凡的了。人群中刚来不久的周颖用力咬了下嘴唇，这个混蛋真到了5级，难怪昨日不愿意跟他组队。可恶！周颖深吸口气，瞧见副本挤进到开放时间了，立刻冲进副本升级去了。杨凡扫了眼西周女生，淡淡道：没兴趣。随即杨凡也进入副本单刷去了。呸，装什么高冷，夸他2句就感觉自己真是天才了。就是，不过是占了 SSS 级贴附便宜罢了，等怪物等级高了，异兽品级差的劣势就出来了，到时我看他怎么升级。再说杨凡重新进入到新手副本里，没有任何停留，手奔10级怪物刷新区。昨日他不小心把那只通关10级 BOSS 给清除了，结果没到副本时间结束就被踢出来了。今日他打定主意，肯定要等到副本时间结束再出去。消灭10级野狐，经验值加220；消灭10级毒蛇，经验值加250；击杀10级黑熊，经验值加300。10级怪的细微属性非常高，甚至有些怪还带有比较厉害技能，但在杨凡 SSS 级异兽烛龙面前依旧一爪子秒，甚至轻松到烛龙都不需要使用技能。这时烛龙身上亮起了升级光芒，名称烛龙，品级 SSS 等级5 0.17%， 力量3000，敏捷3000，精神3000，体质5000，星级1星，被动技能龙威1级，主动技能烛龙之目1级，龙吟1级。龙威威慑不高于异兽5级敌人，令对方力量负 20%。 烛龙之目，烛龙双目之中爆发出炽热的光线，造成基于精神300%群攻伤害。龙吟，烛龙仰天咆哮，对敌人造成基于力量300%群攻伤害。5级的烛龙各项属性在杨凡 SSS 级天赋神之鼓舞时增幅下全部破3000。杨凡心头感慨完后，又向10级最终 BOSS 野人看去。野人王首领等级10，力量1500，敏捷1400，精神600，体质5000，被动技能无，主动技能投掷武器，造成力量150%伤害。杨凡看完野人王首领的属性后，心头升起一个疑虑，到底谁才是 BOSS？ 一天升级下来，杨凡获得了不少怪物爆的材料，但他期待了一天也没见爆出颗灵能石，这不由得让杨凡失望地叹了口气。等级高了后，他明显发现经验条增长速度越来越慢，一手到傍晚，杨凡才勉强升到7级。按照现在的升级速度，明天最多升到8级。击杀10变异黑熊，经验值加400，获得技能书灵魂撕裂。灵魂撕裂能够首阶攻击敌人灵魂，造成无视防御的致命伤害，强度与异兽石精神强相关。咦，报了本技能书？杨凡表情一怔，满是惊讶。随后他见这技能书挺适合自己学习，加上他现在除异兽召唤外再无任何主动技能可使用，毫不犹豫点了学习。学完技能后，杨凡打算找只怪试试效果。挑来挑去，杨凡把目标定在了那10级 BOSS 野人王身上。野人王是这新手副本里最强 BOSS， 皮糙肉厚，用他试试新学的技能威力，再适合不过。灵魂撕裂啊！远处野人王突然发出一声凄厉惨叫声，抱着头瞬间倒地不起。击杀10级 BOSS 野人王，经验加1000，恭喜通关副本，请明天再来。下一刻，杨凡眼前一黑，再次恢复视觉，已经被系统从新手副本里踢了出来。我靠，这就通关了！杨凡一脸懵逼的站在那里，不知所措。说好的10级 BOSS 呢？怎么一发技能就秒了？
这也太不经打了吧！杨凡心头一阵懊恼后悔，这又没到副本结束时间，就提前出来了，这得少多少经验值啊！亏大了。不远处，一群在聊天的各校老师们见新手副本入口光芒一闪，杨凡又出来了，一个个满脸无语。老张，我年纪大了，眼睛不太好使，你帮我看看，杨凡升到了几级？苏天国看着站在那里发呆的杨凡，胳膊肘捅了下边上张国富。张国富眼角肌肉狠狠一抽搐，心底手骂娘。苏天国这厮是在羞辱他吗？是不是很过分？这厮怎么升得级？2天升到7级，这在我们大夏历史上从未出现过。错，这厮压根没用2天。不要忘了，昨日离副本结束还有1小时，今日更长。一群老师见杨凡升到了7级，达到了高等学府录取的等级标准，快被打击的自闭了。此时众人严重怀疑杨凡所谓的废兽符就是个烟雾弹，实际上他兽符能召唤出非常牛逼的强大异兽，否则2天不到时间就升到7级，压根讲不通啊！苏天国没有理会自闭了的众人，此刻他心情大好。原本他以为杨凡觉醒了废兽符，前途几经毁了呢，岂知他还是那么优秀，是他心头引以为豪的骄傲。杨凡，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苏天国来到杨凡身前，关心道：苏老师，我不小心把守关 BOSS 野人王又给秒了。杨凡一脸尴尬，如实回答。此时他严重怀疑这野人王是不是冒牌货，不然怎么这么不经打？不小心哟，这是在羞辱他们吗？哈哈，没事没事，明天再来嘛，别每天第一个出来。你等级比其他学生高1截，又天天第一个跑出来，这会儿严重打击到别的学生自信心的。苏天国嘴角比 AK 还难压，就差笑出猪叫声了。苏老师，我会注意的。我想向你申请明天去蜘蛛洞副本升级。杨凡认真的应了一声，随后他迟一下把心头的打算说了出来。什么？你明天？苏天国大吃一惊，以为听错了。是的。杨凡肯定点点头。苏天国拧起眉头，没有立刻同意。杨凡，蜘蛛洞副本跟新手副本完全不同，那里面怪物不仅各项属性高得吓人，甚至还有可怕的灾厄，一个不好就会丢掉性命。你的表现已经足够优秀了，哪怕高考前剩下5天，你躺在家里睡觉，以你现在等级也足够高等学府录取标准。老师真心不希望你去蜘蛛洞。苏天国深吸口气，语重心长对杨凡劝说道：新手副本只是让所有刚觉醒兽服的高3学生提前适应下副本打怪升级模式，只要能召唤出异兽，正常情况下不会遇到太大危险。但蜘蛛洞那种野生的虫洞副本就不同了，那里面除了原本的怪物外，会随机出现跟等级对应的灾厄，那鬼东西十分恐怖，一般异兽师遇到连逃跑机会都没有。杨凡是他引以为傲的学生，苏天国肯定不希望杨凡去冒这个险。苏老师，对不起，蜘蛛洞副本我一定要去。为何？因为我想报考大夏第一学府天龙学院。什么？你要报考天龙学院？苏天国师生惊呼了起来。对，冰姐去年去了天龙学院，我曾跟她约定过，我一定要考入天龙学院去找她。哎，那你去吧。进入蜘蛛洞副本后，你一定要小心，一旦有任何危险，及时退出来。苏天国苦笑叹了口气，本来他只希望杨凡能够考个高等学府就满意了，岂知他的志向却是大夏第一学府天龙学院。谢谢苏老师，学生记下了。杨凡鞠了一躬，转身离去。众人看着杨凡离去背影，心头百感交集。这小子言行举止完美到无可挑剔，哪怕是张国富这处处看杨凡不顺眼的老师，也挑不出任何毛病。校花周颖满脸疲惫的从副本里出来，她刚出来就在找杨凡身影，还是跟昨天一个样子。周颖找半天也没找到杨凡，于是她来到班主任张国富身边，道：老师，杨凡那家伙呢？今天又提前出来了。嗨，小颖啊，你表现的已经足够优秀了，是老师心头的永远骄傲，你别跟那怪胎较劲，他不配。周颖看着张国富表情，心头有了答案。这个可恶家伙为何天天提前离开副本？是在故意躲着他吗？老师，他几级了？周颖深吸口气，又问了一句。7级，他明天要去蜘蛛洞副本升级。张国富犹豫了下，
如实对周颖回答。周颖脸色一僵，老师，我也申请明天去蜘蛛洞升级。什么？你也要去？对。不行，你现在才6级，太冲动了，我不答应。老师，我虽然6级，但我召唤的异兽很强大，只要小心一点，没问题的。周颖不管那么多，展开了无敌撒娇攻势。张国富被他的糖衣炮弹轰击得晕头转向，最终连咋答应下来都不知道。不过张国富尽管答应了周颖，明天让他去蜘蛛洞冲击，但也要他父亲周建华打个电话，亲自点头才行，不然他万一发生了什么危险，他这个班主任可担不起责任。杨凡跟苏天国告别后，并没有守街回家，而是去了趟苏北市交易行。交易行顾名思义，就是异兽师交易材料、装备、物品等的地方。交易行有2种交易方式，第一种便是把自己在副本里报的各种物品装备定好价格，寄存在这里卖，等东西卖了后，交易行抽取一部分佣金。第二种就是守街把报的物品装备卖给交易行。相比于第一种，东西守街卖给交易行商家这边价格可能要低上不少，除非急着出售或者急用钱，不然一般很少有人守街卖给交易行。而杨凡现在就处于急用钱情况，本来能召唤3头异兽，可因为灵能不够，才召唤2头，这大大削弱了他升级速度。加上明日又要去野生副本蜘蛛洞了，先前回来时，班主任苏天国也跟他讲述过蜘蛛洞副本的危险性，故此他在进入蜘蛛洞副本前必须提升一波实力。杨凡把这2天在新手副本里杀怪爆出来的皮毛、利爪、鳞片等材料统统卖掉，最终他凑够了钱后，强忍着肉痛买了一颗价格昂贵的灵能石。从交易行出来，杨凡又顺带着去边上任务工会接了个任务，毕竟他去蜘蛛洞升级也是杀怪，接个任务也是杀怪，顺带着的事情还能获得额外报酬奖励呢。任务目标12级蜘蛛洞副本，获得副本 BOSS 蜘蛛精的毒囊，要求噩梦级以上难度，首关 BOSS 才会掉落毒囊，奖励500金币，随机精良武器一把。接了任务，回到家中，杨凡立刻迫不及待地拿出灵能石，吸收里面能量。异兽召唤，熟悉的扁平漩涡再次出现，黑如墨汁的颜色看起来十分诡异。杨凡有时候很想把头伸进去看看，这扁平漩涡另一边通往哪里，不过他怕刚把脑袋伸过去就被什么可怕异兽咬掉了，想想还是小命重要，只能打消这可怕念头。就在杨凡胡思乱想间，一道无头黑影缓缓从黑色漩涡之中爬出来。帝都国运神殿，嗡，漆黑宁静的夜晚，随着神殿之中一声突如其来嗡鸣被打破，下一刻整个国运神殿开始剧烈的颤动起来，刺眼的白光照射的神殿之中，那些工作人员睁不开眼睛。嘶吼，国运神殿之中，图腾上的异兽齐齐幻化出虚影，仰天嘶吼咆哮。这些异兽图腾是怎么了？世界末日了吗？不知道啊，神殿建立至今近1000年，以前从未出现过如此诡异情况。那些神殿工作人员躲得远远的，双腿都在哆嗦，他们讨论半天也弄不清楚这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情。嗖，也在此时，帝都里那些老怪物、大佬、首脑们齐齐被惊动，第一时间赶过来。他们来到神殿的图腾大殿后，也被眼前这诡异到极致的景象吓到了。快看，又有新的异兽图腾出现了。人群中不知道是谁惊呼了一声，实际上不用惊呼，大家都看到了图腾的最上方又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图腾虚影。而最让众人骇然的是，这个图腾虚影的位置居然还要在 SSS 级烛龙之上。出现新的 SSS 级异兽图腾，国运值加1500，一道金光闪过，石碑上的国运值再次增加1500点。这一幕把诸位首脑大佬吓到了，又是一头新的 SSS 级强大异兽，而且加了足1500点国运值。要知道，国运值的增加量跟收入图腾的异兽品级、实力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哪怕同为 SSS 级异兽，因为实力强弱不同，增加的国运值也存在巨大差异。
眼前这头新觉醒出现的异兽，加了1500的国运值，足见它究竟有多么强大。在众人屏住呼吸，瞪大眼睛静静看着时，那图腾上的虚影逐渐真实起来，是一个人，无头，以胸腹为双眼，以肚脐为嘴巴，体型高大威猛，手持一柄大的夸张巨斧，长相狰狞，看起来十分骇人。刑天，名字出来了，哪怕是见多识广的诸多大佬们，也是惊得眼珠子差点掉下来，张大嘴巴说不出话。随着图腾大殿四眼亮光缓缓退去，整个大殿里落针可闻，气氛沉闷压抑的吓人。诸位首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半晌，一名哆哆嗦嗦的神殿员工打破了这宁静气氛。讲。低沉的声音从那名站在最前头的首脑口中传来。据神殿刚刚传回来的数据分析，这第3头 SSS 级异兽，也是那名10级不到异兽师召唤出来的。老赵，快，速效救心丸，要2颗，我感觉也快不行了。名称：刑天品级 ，SSS 等级100%0.00，力量2000，敏捷1500，精神1000，体质2500星级，一星。被动技能：战神之躯1级，主动技能：嗜血狂暴1级，破釜沉舟1级。战神之躯造成伤害5%无视防御，全属性加500。嗜血狂暴攻击附带10%吸血，造成1.5倍伤害，攻速加20%。破釜沉舟放弃防御，力量加300%，持续5分钟。杨凡看完新召唤的异兽刑天属性栏后，心头只有一个念头：我太阳啊！战神之名，名不虚传，这细微属性比他召唤的第1头异兽毒龙还要牛逼。传言刑天曾经是个远古神灵，《山海经》不愧是天下间第一奇书，大夏远古瑰宝。第2天，杨凡醒来后，立刻前往苏北市南城门，通过南城门的传送阵前往蜘蛛洞。蜘蛛洞是一个12级副本。当杨凡通过传送阵来到蜘蛛洞附近后，发现这里有不少异兽师在组队升级。远远看去，蜘蛛洞宛如一头蛰伏在地上的巨兽，那进出的洞口如巨兽的血盆大口，看起来狰狞吓人。蜘蛛洞是野生副本，跟杨凡昨日去的新手副本最大区别，便是蜘蛛洞副本进入前有难度选项，分别为简单、困难、噩梦3个难度，并且还会概率刷出灾厄。灾厄不是普通的怪物，它们体型巨大，非常可怕。一旦某个副本之中刷新出灾厄，异兽师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击杀，否则国运神殿的国运值就会被侵蚀减少。国运值代表所在国度的运数，若是下降太多，后果是灾难性的。哎呀，帅哥，组队吗？我会撒娇卖萌，会喊666。哥哥，我的异兽是辅助型，组我好不好？咦，我这是眼花看错了吗？7级菜鸟，一群小姐姐异兽师见杨凡走过来，人长得又够帅，当场就热情地邀请他组队。就在众多小姐姐异兽师争先恐后要与杨凡组队时，也有人发现了他等级不对劲，还真是7级来12级蜘蛛洞副本，没开玩笑吧？小弟弟，你是迷路了吗？要不要姐姐送你回家啊？前一刻还嗲声嗲气哥哥的小姐姐们，瞧见杨凡这菜鸟，只有可怜的7级时，立刻改口喊弟弟。杨凡懒得搭理这些搔首弄姿的女异兽师，挤开人群来到蜘蛛洞入口。他想做什么？该不会是要去蜘蛛洞里升级吧？升级送死差不多。蜘蛛洞可是12级副本，里面最低的怪都在10级以上，他拿头升级。众人见杨凡真打算进蜘蛛洞副本，议论纷纷。杨凡想起昨日接的任务，首先选择噩梦难度进入蜘蛛洞。我是不是眼花看错了？才7级的菜鸟进了噩梦难度蜘蛛洞，哎，白长了一张这么帅气的脸，原来脑袋不太好。杨凡消失在副本入口后，众人又是一阵议论嘲讽。这时杨凡几经进入到了蜘蛛洞副本中，赶紧把3头异兽召唤出来。前方有一只牛犊大小巨型蜘蛛，杨凡扔了个探测术，蜘蛛战士精英怪等级10，力量2000，敏捷1300，精神800，体质4000。毒刃，蜘蛛战士的攻击带有剧毒，附加10%力量，持续伤害。看完前方这只蜘蛛战士属性，杨凡暗暗咂舌，蜘蛛洞副本里的怪物细微属性果然要比新手副本里强大得多，技能也更加强大。别的不说，就说眼前这蜘蛛战士
他的属性值比新手副本里守关 BOSS 野人王还要高出一大截。杀了他，杨凡立刻指挥刑天上，刑天得到命令，手持巨斧，速度奇快地冲了过去，击杀10级精英怪蜘蛛战士，经验值加600，获得蜘蛛腿。杨凡没有停留，指挥着3只异兽往前走。好，龙龟嘶吼一声，发动嘲讽，立刻附近20米内所有怪物齐齐朝着他冲过来，击杀10级精英怪蜘蛛猎手，经验值加550，获得蜘蛛叶。击杀11级经验怪蜘蛛勇士，经验值加650，获得蜘蛛皮。击杀11级经验怪蜘蛛战士，经验值加600，获得蜘蛛腿。按照眼前这情况来看，只要他3只异兽等级高了，成长起来，在他 SSS 级天赋神之鼓舞10倍属性值增幅下，绝对能在任何副本里横着走，离无敌不远了。杨凡经验条也蹭上涨着，半天功夫，杨凡就已经升到8级，这升级速度比昨日在新手副本快了足足1倍。升到8级后，杨凡指挥3头异兽向蜘蛛洞更深处走去，打算杀12级以上怪，让经验值获取达到最大化。吼吼！瞬间，远处正在引怪的龙龟发出一声凄厉痛苦嘶吼。杨凡急忙抬头看去，发现他身上正在冒血光，显然是受伤了。杨凡满脸震惊，看向偷袭他的那个鬼东西。蜘蛛精首领等级13力量3500，敏捷2000，精神1500，体质6000，被动技能无主动技能毒刺，远投毒刺攻击，造成150%力量伤害。蜘蛛精，原来不知不觉间，他已经走到这一层蜘蛛洞底部，遭到守关 BOSS 蜘蛛精偷袭，杀了他。杨凡脸色一沉，命令烛龙去干他。烛龙一声咆哮，飞扑过去攻击，瞬间蜘蛛精遭秒杀，击杀13级首领蜘蛛精，经验值加1200，获得蜘蛛精腿，获得毒囊，获得蜘蛛精长剑，获得蜘蛛精面具、毒囊。任务道具：蜘蛛精长剑普通，力量加10，敏捷加8，10级后可用。蜘蛛精面具精良，精神加30，特性：每天可以隐身2次，每次2分钟，8级后可用。收获颇丰啊！这蜘蛛精不愧是蜘蛛洞守关 BOSS， 爆率就是高。与新手副本不同，野生虫洞副本，哪怕杀死守关 BOSS， 也不会首阶被踢出去，可以继续待在里面杀怪升级。装备分为普通、精良、优秀、稀有、罕见、史诗、完美、无双、传说、神话，共10个品级。杨凡看完爆的2件装备，对于普通品级的蜘蛛精长剑无好感，因为在这灾厄怪物当道的年代，难道要他一个小胳膊小腿的异兽师拎着长剑去找那些怪物拼命？不可能。至于那蜘蛛精面具倒是好东西，不仅加精神，能让他技能灵魂撕裂发挥出更强威力，还拥有每天2次的隐身特性，这减手就是杀人越货打家劫舍首选极品装备。最重要的是他现在就可以装备。杨凡毫不犹豫地把蜘蛛面具装备到身上。吼！不远处的龙龟发出阵阵嘶吼，显得有气无力。杨凡扭头看去，发现龙龟受的伤有些严重，这不由得让他拧起眉头，思索起来。如果先前那蜘蛛精毒刺是首阶攻击龙龟，以龙龟超强防御，肯定不会受太大伤害。但因为是攻击杨凡这个脆皮主人，杨凡的受服特性把伤害转移到了龙龟这肉盾身上，以至于他承担了原本属于杨凡的伤害，导致他伤势极重。看样子以后得想办法搞几件像样的防御装备。随后杨凡把龙龟收回异兽空间，让他休息。剩下的烛龙与刑天则继续杀怪升级，击杀11级精英怪蜘蛛猎手，经验值加650，获得蜘蛛叶；击杀12级经验怪蜘蛛勇士，经验值加800，获得蜘蛛皮；击杀11级经验怪蜘蛛战士，经验值加600。因为没了龙龟这个肉盾异兽，嘲讽技能拉怪，烛龙与刑天杀怪效率降低了不少。这蜘蛛洞果然凶险，幸亏他召唤出来的异兽可以替主人承担所有伤害，否则先前那蜘蛛精一根毒刺偷袭，他就得去见太奶奶，太凶险了。在指挥2头异兽杀怪时，杨凡也想试试刚获得蜘蛛精面具隐身效果。隐身，杨凡发动蜘蛛精面具特性，一瞬间他的身影就消失在空气中。
这时，碰巧有一对异兽师路过，其中一名异兽师抬头间，依稀看到一个人在那里单刷副本，可眨眼间功夫又消失不见了。这活见鬼的画面把他吓了一跳。你们有看到那里刚刚有个人没？有个人，老弟，你昨晚没睡好，产生幻觉了吗？让你晚上早点睡，偏不听。这是噩梦难度副本，哪有异兽师敢单刷？啊，说的好像也是，可能真是我眼花看错了吧。一群同伴的口诛笔伐，让这名异兽师也怀疑是自己眼花看错了。一天时间转眼便过去，杨凡发现8级后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值再次翻了几倍。本来杨凡计划是在晚上副本时间结束前冲到9级，奈何奋战到副本时间结束被踢出去，他也就才到8级55%经验条。8级异兽师，我是眼花了吗？我靠，这12级蜘蛛洞副本里怎么会有8级异兽师？我想起来了，这不是早上那个7级帅弟弟吗？一群同样刚出来的异兽师们瞧见杨凡只有8级时议论纷纷，而一些早上见过杨凡的女异兽师们几经尖叫起来，太不可思议了！这个迷了路的帅弟弟居然没死，而且还从7级升到了8级。杨凡没理会那些头发长、见识短的女异兽师尖叫，赶紧开溜，一眨眼功夫就跑没了影。那些盯着他背影猛看的异兽师们心头翻江倒海。一名7级菜鸟异兽师在12级噩梦难度蜘蛛洞副本里打了一天怪，最后在副本时间结束时毫发无损的出来了。这说出去谁敢相信？莫非他身上有什么10级以上神器装备？没听说有10级以下神器装备，而且即便是真有神器，召唤出来的异兽也扛不住12级怪变态属性攻击吧。毕竟异兽等级不能超过异兽师主，哪怕是 SSS 级异兽10级以下细微属性也肯定比不过副本里高等级怪，并且噩梦以上难度副本里面的怪可全是精英怪，他如何做到的？杨凡回去后立刻前往任务工会交任务，获得500金币，获得精神手杖，精神手杖精良，精神加60，特性异兽师精神增幅5%，7级后可得。杨凡运气比较好，交了任务，居然获得了一件加精神力手杖。有了这把手杖，杨凡的灵魂撕裂技能威力又可以增强不少。明天杨凡还要去蜘蛛洞副本冲击，所以杨凡交了任务后又开始浏览新的蜘蛛洞副本任务，找半天杨凡也没找到一个像样的任务。突然一个名为灾厄之心的任务出现在他视线里，任务目标12级蜘蛛洞副本获得随机出现的灾厄心脏，要求噩梦级以上难度灾厄才会掉落灾厄之心，奖励1000金币，异兽生星石1颗。异兽生星石，杨凡看到这里心情立刻激动起来。本来他还犯愁怎么获得生星石提升召唤出来的异兽星级，哪知道完成灾厄之心任务便可以获得。从这个灾厄之心任务出现在任务栏上这么久也没人接下，就足以看出异兽师们对于可怕的灾厄有多么恐惧忌惮。哪怕是低等级灾厄也并非是普通异兽师能够对付的。杨凡站在任务栏前犹豫了良久，最终他心头还是抵挡不住异兽生星石带来的巨大诱惑，接下这堪称疯狂的灾厄之心任务。杨凡接下灾厄之心任务，从任务工会出来，立刻前往交易行卖装备卖材料，无限回收加精神装备，价格面谈。新手副本装备出售，价格300金币一件，无限回收各种蜘蛛洞副本材料，价格面谈。相比于昨天来时，杨凡在交易行外面街道上看到了许多摆摊的异兽师，有卖装备的，也有回收装备的。杨凡扫了两眼，径手向着交易行商铺走去。虽然他白天爆出来的材料装备卖给这些异兽师商贩价格能高一点，但比较麻烦，杨凡这人最怕麻烦，所以他索性一股脑打包卖给交易行得了，价格低一点就低一点，但省事啊。弟弟来卖装备吗？有什么好装备卖给我呗。杨凡刚从系统仓库里取出蜘蛛精长剑，打算卖给交易行。一阵香风扑面而来，随即杨凡就看到一个身材相当傲人的女生出现在眼前。突如其来的汹涌波涛看得杨凡眼皮一跳，
连连后退，脸都红了。美女，你的行为很危险。杨凡定了定神，故作镇定道：西西，弟弟你长得这么帅，哪怕姐姐吃点亏，被你吃了豆腐，也不要你负责哟。美女娇笑连连，傲然香肩一颤一颤，泛着涟漪的美目却落到杨凡手中那把剑上。突然，杨凡感受到了2道杀人目光投过来，突如其来的寒冷让杨凡打了个激灵，真是奇怪，大夏天的怎么这么冷？杨凡急忙抬头看去，脸色微微一僵。周颖，远处投来杀人目光的人居然是校花周颖。杨凡几经来不及去想，他为什么会突然间出现在这里。总之，他铁青着脸，杀气腾腾，目光相当不善，这让杨凡心头升起一股不太妙感觉。嘿嘿，美女，别开玩笑，我这人天生不爱笑。我来交易行卖装备材料，莫非你想买？杨凡只想赶紧把东西卖完，跑路回家。故此，杨凡从周颖身上收回目光后，急忙看向身前美女。当然啦，想要搭讪上这么帅气的弟弟，不买你装备怎么能行？美女可不管那么多，风情妩媚的样子让杨凡压力倍增，因为他发现不知道咋回事，周颖看向他的目光越来越凶。杨凡心头一阵咕噜，好像也没招惹他吧。给，你看看属性，看能出多少钱。我身上还有蜘蛛动爆的各种材料，你收不收？杨凡把手中蜘蛛精长剑递过去给美女看。呀，弟弟，你真厉害，居然是一把蜘蛛精首领爆的装备。美女惊呼一声，一彩连连看着杨凡，那夸张的表情，美目都要拉丝了。杨凡有些紧张害怕，这时不远处站着的周颖终于是忍无可忍了，他深吸口气，净手走了过来。周颖同学，晚上好。先前因为隔着远，杨凡还可以假装没看到，现在他都迎面走来了，而且还是杀气腾腾的样子，杨凡真无法做到视若不见。故此，杨凡脸色颇为尴尬，主动打了声招呼。岂知热脸贴了冷屁股，周颖这位高冷校花搭理都不搭理，碰了一鼻子灰的杨凡脸上表情更尴尬，好歹是同校同学呢，这有外人在，一点面子不给的吗？这时周颖目不斜视，看着前方，宛如把杨凡当成了空气，净手朝着前方走着。就当杨凡以为无事发生时，周颖毫无征兆地踢了他一脚，然后扬长而去。杨凡疼得龇牙咧嘴，倒抽凉气，一脸懵逼。这校花大姨妈来了是不是？听说女生大姨妈来了时火气比较大，算了，不跟他斤斤计较了，主要是人家老爸异兽师联盟分舵会长啊，惹不起。周颖走后，杨凡跟眼前这位美女聊天间，知道她名字叫江小茹，妖精公会的成员，专门为公会收购装备材料。杨凡见江小茹出的价格要比卖给交易行高，爽快的把装备与材料统统打包卖给他了，或留了联系方式，下次杨凡打了装备材料还过来卖他。把装备材料卖了后，杨凡身上有了些钱，他犹豫了下，又忍着肉痛买了2颗灵能石，毕竟他明天去蜘蛛洞副本可是要杀灾厄的，鬼知道那头灾厄实力强大到多么离谱地步，他必须要做好充足准备。清晨，杨凡如昨日一样起床后前往蜘蛛洞副本。与昨日不同的是，今日杨凡过来蜘蛛洞副本吆喝组队的那些女异兽师们明显热情了不少，很少有人在嘲讽他等级低，是个菜鸟，毕竟他昨日的表现有目共睹。单刷12级蜘蛛洞噩梦副本，活着出来的异兽师能是菜鸟，绝对是个隐藏大佬无疑。帅哥，组队嘛？姐姐，我昨天刚跟男朋友分手哟。哥哥，我叫小甜甜，带我刷副本好不好？一群女生围过来，搔首弄姿，妩媚风情，有贪图他实力，也有垂涎他男色。杨凡见到有几个女生在那里咽口水，吓一跳。不用，我这人社恐，独来独往惯了，再见。杨凡急忙解释一句，随即他再次扎进蜘蛛洞副本里，开启冲击模式。蜘蛛巫师头目等级12，力量2000，敏捷2200，精神3800，体质4000。被动技能无，主动技能毒烟术，攻击敌人时
附加精神1.1倍伤害。遇到一只比精英怪更强的头目怪，杨凡立刻命令烛龙去杀掉。击杀12级头目蜘蛛巫师，经验加1000，获得蜘蛛巫师靴。蜘蛛巫师靴普通，敏捷加40，精神加30，10级可用。爆了双鞋子，但因为10级才能装备，对于现在的杨凡来说没卵用。随着3头异兽等级越来越高，这些12级左右蜘蛛怪对杨凡造不成一点威胁，杀怪越来越轻松。除了极个别的高体质、高防御精英怪，其他那些蜘蛛怪在3头实力强大异兽面前毫无悬念，全部被秒杀。后，就在杨凡心头想着今天能升到9级时，一声惊天动地的咆哮声传来。下一刻，杨凡便见到蜘蛛洞尽头处出现一头体型庞大的黑影。灾厄，名称毒蛛灾厄，品级普通，等级10，力量8000，敏捷5000，精神1000，体质15000。被动技能超巨大化，主动技能毒素瘟疫，死亡毒刺。超巨大化，物理减伤加20%，力量加1000，体质加5000，攻击间隔加0.3，移速负25%。毒素瘟疫，释放瘟疫毒素，令中毒目标移速负35%。死亡毒刺，地面升起毒刺，对目标造成500%力量伤害。杨凡看完毒蛛灾厄属性后，倒吸口凉气，头皮都麻了。据杨凡了解，灾厄分普通级、危险级、凶恶级、厄运级、恐怖级、噩梦级、致命级、灾难级、地狱级、灭世级。眼前这头灾厄仅仅只是普通品级，而且只有10级，居然拥有如此夸张的细微属性，太吓人了，减手就是个超级大 boss 啊！哪怕杨凡品级最高的 SSS 级异兽烛龙与刑天，细微属性在神之鼓舞天赋下增幅10倍也望尘莫及。后，烛龙一声嘶吼，凶猛扑了过去，刑天与龙龟也是紧随其后。3只异兽 VS 毒蛛灾厄，龙龟发起嘲讽，吸引毒蛛灾厄仇恨，随后发动尖刺防御，蜷缩成一团，获得30%免伤。刑天手持巨斧，发动技能嗜血狂暴与破釜沉舟，火力全开，刀刀暴击。烛龙游走边缘，远程火力支援。然而，即便如此，3只异兽因为等级太低，依旧很难对毒蛛灾厄造成重创。杨凡这个脆皮主人更是只能躲得远远，站在那里看热闹，帮不上什么忙。片刻后，龙龟口中嘶吼连连，哪怕他获得总计40%的免伤，依旧顶不住拥有8000点力量属性的毒蛛灾厄狂轰乱炸。杨凡看得心头着急，却毫无办法。这么下去，恐怕不等把这毒蛛灾厄给宰了，他这3头异兽就得脱贫。突然，杨凡想起学的技能灵魂撕裂，拥有无视防御特性。灵魂撕裂，杨凡毫不犹豫向毒蛛灾厄发动灵魂撕裂，后遭到无视防御的精神攻击，毒蛛灾厄发出痛苦的嘶吼，倒在地上翻滚不仅。半晌，他才重新缓过劲，缓缓扭头，猩红的血目看向杨凡这边。杨凡吓一跳，赶紧又是一记灵魂撕裂，轰击过去压惊。后，毒蛛灾厄再次倒地，痛苦嘶吼。3只异兽趁此机会展开狂风暴雨般进攻。杨凡见到灵魂撕裂技能如此厉害，连毒蛛灾厄都扛不住，心头充满了震惊。这时，杨凡瞧见连续2次的施展灵魂撕裂，灵能值几经见底，他赶紧掏出仓库里灵能石补充回来。随后，杨凡配合着3头异兽凶猛进攻，又发动了几次灵魂撕裂。后，毒蛛灾厄被杨凡这种卑鄙小人行为彻底激怒了，他果断放弃与3头异兽缠斗，猛地向杨凡扑来。轰隆轰隆，巨大的体型撞击着地面岩石，整个洞穴都在颤抖。杨凡脸色骤变，当机立断发动蜘蛛精面具附带的隐身特性。下一刻，杨凡的身影就消失在空气中。灵魂撕裂，杨凡奔跑到毒蛛灾厄后方，又是一记技能。后，毒蛛灾厄在杨凡接2连3无视防御的灵魂撕裂技能轰击下，再也扛不住，轰然倒地。这时，3头异兽身上亮起了升级光芒，击杀10级毒蛛灾厄，经验值加8万，获得灵能石2颗，获得初级灾厄之心，获得毒蛛灾厄护手。
获得毒株灾厄长弓，获得毒株灾厄匕首，触及灾厄之心。任务道具：毒株灾厄护手稀有，力量加100，敏捷加80，体质加200。特性：冥想，灵能回复加 1.5%，10级后可用。毒株灾厄长弓优秀，敏捷加60，精神加20，体质加100。特性：10%几率造成2倍伤害，10级后可用。毒株灾厄匕首稀有，力量加100，敏捷加150，精神加100。特性：背后攻击目标必定造成2.5倍伤害，10级后可用。几件装备都是极品，特别是毒株灾厄护手，居然带有冥想特性。所谓冥想，就是可以通过冥想恢复消耗的灵能。虽说一次只恢复 1.5%，但只要多冥想几次，也可以省下不少买灵能石的钱。9级了，杨凡看着伤痕累累的3头异兽，果断把它们收回异兽空间休养。随后，杨凡也从蜘蛛洞副本出来，回家休息。时间才过去4天，他几经冲到9级，剩余3天。哪怕用脚升级，杨凡都可以在高考来临前升到10级。回到家里，杨凡放空思想，好好的睡了一觉。过去这几天冲击，他神经绷得紧紧的，生怕出现差错。在高考来临前冲不到10级，不够大夏第一学府天龙学院录取等级标准。如今他心头这块石头几经放下一半，剩余一半就等高考试炼那日一飞冲天。等级达到10级，仅仅是达到了大夏第一学府天龙学院录取门槛。真正是否能被录取，还得看全国高考试炼成绩。杨凡相信，以他召唤的异兽与天赋，以优异成绩被天龙学院录取不在话下。这一觉，杨凡一手睡到傍晚才醒来。杨凡睡醒了后，立刻前往任务公会交任务，获得1000金币，获得升星石1颗。升星石可为异兽师召唤的异兽升星，升星可大幅度增长异兽各项属性及觉醒新的技能。杨凡看着手中这枚升星石，心头充满了激动，强忍着现在就把异兽召出来升星冲动。杨凡赶紧揣着宝贝往家跑，只是没等杨凡转身跑出任务公会，就跟迎面走来的一道倩影撞到了一起。杨凡发现后想刹车，但已经来不及了。砰一声闷响，杨凡的脸撞在了一片柔软海绵上。哎呦，臭弟弟，你撞我干嘛？快说，是不是故意吃姐姐豆腐？真坏。小茹姐，抱歉，我刚走得太急，没看到。我发誓，绝对不是故意撞你，更不是吃你豆腐。杨凡看清被撞之人是江小茹，松了口气，还好是熟人。我不信，你吃了姐姐豆腐，你要对姐姐负责。江小茹没那么好说话，做事就要贴过来，要杨凡负责。杨凡看着他那副风情万种的样子，吓一跳，连连后退。小茹姐，你别开玩笑，我只是一穷二白的屌丝啊，负责不起啊。而且你昨天不是说了，哪怕被吃豆腐也不用负责。哎呦，小茹姐，别拧，疼。杨凡脸色都绿了，他赶紧抗议解释，结果没等他口中的话说完，江小茹就恼羞成怒，揪住他耳朵揍了起来。你这臭弟弟，我昨天说不要你负责，你就可以乱吃我豆腐。小茹姐，我真不小心。别以为长得帅了点，本姑奶奶就舍不得打你。说吧，要不要负责？江小茹一副吃定了杨凡的样子，那充满了侵略性的眼神，十足的一个女流氓。杨凡快被吓哭了。现在这社会，女孩子都这么主动热情的吗？以后出门在外得保护好自己。小茹姐，我报了几件极品装备，卖你。杨凡支支吾吾，不懂怎么回答。随后他瞧见江小茹表情超凶，急中生智转移话题。哼哼，你这臭弟弟，要不是极品装备，我可不灾恶报的装备。江小茹哼哼唧唧2声，不打算这么妥协。结果当他无意间瞥见杨凡拿出的装备，当场失声尖叫起来。嘘，小点声，叫那么大声音干嘛？别被人听到了。杨凡吓了一跳，急忙捂住了江小茹嘴。这时不知是不是江小茹的声音太大原因，引起了一些任务公会里其他异兽师注意。杨凡急忙拉着满脸吃惊的江小茹跑出了任务公会。弟弟，
这真是你杀灾恶报的装备。到了一无人地方，江小茹立刻拍开杨凡的手，震惊又难以置信看着他。灾厄可不是普通副本里怪物可比，那鬼东西实力可怕的不像话，并且传闻那些高级副本里的灾厄若没有及时击杀，会冲破副本出来，对所在的城池展开屠杀。杨凡不过才9级，这等菜鸟实力怎么可能杀得了强大可怕的灾厄啊？江小茹不信。小茹姐，这真是我杀灾恶报的装备，你就说收不收吧。收。江小茹急忙回答，随后她美目一彩，连连地看着杨凡，眼神都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杨凡被她那副妩媚又流氓的样子吓一跳。小茹姐，你别这样，我正经人。杨凡紧张地表明态度。噗嗤，瞧你那副呆头呆脑样子，我还能吃了你不成？杨凡一脸尴尬，不知怎么接话。你帮姐姐一个忙，今天你吃姐姐豆腐事情就不计较了。什么忙？杨凡急忙询问。说实话，杨凡真怕江小茹这女人纠缠之前撞他事情不放呢，现在来看好像还有回旋余地。在南郊那边有个14级隐藏地精矿洞副本，我需要地精王头骨，只要你能带回地精王头骨，你让姐姐以身相许，报答臭弟弟你，姐姐都愿意。江小茹说着，娇媚羞涩地对杨凡抛了个媚眼。姐姐，不用，我这人刚正不阿，不是那么随便的人。成交，我明天帮你取回弟弟精王头骨，先前的事情一笔勾销。杨凡被江小茹美目电得打了个激灵，连连后退，为了摆脱她纠缠，赶紧答应下来。杨凡把身上今日报的几件不用装备及材料统统卖给江小茹，与她告别离去。真是个可爱又腼腆的臭弟弟，哥哥。江小茹看着逃也似的跑了的杨凡，娇笑连连，随后她也转身走了。江小茹与杨凡刚走，一道身影就出现他们刚刚所在位置。那人看着离去的两人，脸上露出一抹阴险坏笑。杨凡回到家中，迫不及待地拿出升星石，把 SSS 级异兽刑天召唤出来，为他升星。3头异兽里，刑天的细微属性最强，烛龙虽然也很厉害，但更偏向于群攻。刑天就不一样了，全部强化自身力量技能，回头若是遇到强大灾厄，还得靠他手中斧头来把对方脑袋砍下来。升星伴随着一阵刺眼光芒亮起，刑天升星成功。杨凡急忙查看他属性，名称刑天，品级 SSS 等级7 11.25%， 力量8000，敏捷7000，精神3000，体质8000，星级2星。被动技能战神之躯2级，超破坏1级。主动技能嗜血狂暴1级，破釜沉舟1级。战神之躯造成伤害10%无视防御，全属性加1000。超破坏大力出奇迹，不高于异兽5级敌人 1.5% 几率秒杀。嗜血狂暴攻击附带10%吸血，造成1.5倍伤害，攻速加20%。破釜沉舟放弃防御，力量加300%，持续5分钟。杨凡看完刑天属性栏，倒吸口凉气，这细微属性都快赶上先前遇到的毒株灾厄了。还有就是新增的被动技能超破坏，能对灾厄生效吗？若是能对灾厄生效，是不是代表刑天有1.5%概率一斧头秒灾厄？乖乖，战神之名，名不虚传啊！此时杨凡心头毫不怀疑，若是再遇到毒株灾厄，刑天绝对能用斧头砍得他亲妈都不认识。杨凡还发现刑天升到2星后，外观也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体型更大了，其次就是他身上原本布置衣服变成了一件青铜铠甲，看起来威武霸气，如战神。帝都国运神殿图腾 SSS 级异兽刑天升到2星，国运值加500，国运值又增长了，并且图腾上刑天的体型更威猛高大，身披青铜战甲，手持巨斧，气势骇人。半晌，一群大佬们才回过神，狂咽口水，心头翻江倒海，久久不能平静。这位召唤3头 SS 级以上变种异兽的小祖宗究竟是何方神圣？怎么才相隔1天就把1星的刑天升到了2星？充值了吗？充值也没这么快吧，关键是时机不到啊！
苍天啊，大地啊，我愿意用樱花国天皇10年不举换这位小祖宗身份信息。这位小祖宗的信息资料还没有一点线索吗？没有，他的所有信息都被一股诡异的超凡力量给屏蔽了。哎，只能再等几天了。如果真是这一届高3学生，3天后高考肯定能发现是谁。一群大佬首脑们心头着急又无奈。过去这几天时间，他们把整个大夏所有省份的高中翻了个底朝天，凡是觉醒了天品以上兽符的学生，他们都一一查看了资料，没有一个学生召唤出的异兽符合神殿里图腾上这3头实力强大到离谱的异兽特征。这小祖宗宛如凭空出现一样，害得他们这些平时稳重的大佬们整天提心吊胆，差点搬张床住在神殿里，生怕是做梦。第二天清晨，杨凡起床后没有再去蜘蛛洞副本升级，而是前方地精矿洞。昨日杨凡与江小茹告别时，他把地精矿洞的坐标给了杨凡，在南郊区，不过因为是隐藏副本，比较隐秘难找。杨凡到了那里，找了半天才总算找到这个地精矿洞副本的入口。随后杨凡就通过入口传送阵进入其中。杨凡刚到地精矿洞，就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寒意。相比于副本外面，地精矿洞里不仅阴暗，还潮湿，环境相当的恶劣。不过这些都不是杨凡所关心的事情，他来这里只是为了砍了地精王的头颅带回去给江小茹。前方出现了一个地精枪兵，地精枪兵精英怪，等级13，力量4000，敏捷2000，精神1000，体质5000，被动技能无，主动技能突刺。突刺用手中的长枪凶猛刺向敌人，造成基于力量160%伤害，很强。杨凡感觉眼前这地精枪兵甚至要比在蜘蛛洞里遇到的那只蛛精首领还要强大。14级隐藏副本怪的细微属性果然更高，不过这对于杨凡这个变态来说压根不是个事儿。杨凡没多浪费时间，手接放出异兽空间里的3头异兽。龙龟出来后，手接开启技能嘲讽，开始拉怪吸引仇恨。烛龙与刑天这哥俩，一个远攻一个近战，配合相当默契。击杀13级精英怪地精枪兵，经验值加1300，获得地精眼球，给的经验值超多，比蜘蛛洞里的那些蜘蛛怪多不少。这倒是杨凡喜闻乐见的事情。按照杨凡计算，保不齐今天他扎在这里升级，能够一步到位冲到10级呢。杀了这只地精枪兵精英怪后，杨凡没停留，继续向前。击杀13级精英怪地精刀手，经验值加1100，获得地精骨头。击杀14级精英怪地精弓手，经验值加1500，获得地精皮。击杀14级精英怪地精巫师，经验值加1400，获得地精眼球。一路走下来，凡是挡在杨凡前方的那些地精，全部被3头异兽一刀秒。杨凡带着3头异兽横冲手撞，所向披靡，这哪里是来杀怪升级的，跟旅游差不多。特别是刑天，因为升到了2星原因，各方面能力提升了一大个台阶，出手速度更快，移动也更加的敏捷。经常烛龙攻击了一下，他几经砍2刀了。触发被动超破坏时，更是连体质过万，最弱的地精盾手也被一刀秒。一个字形容，超强。杨凡带着3头异兽在地精矿洞里升级时，矿洞外面来了一伙人。这伙人胸口处佩戴一枚工会徽章，仔细看去是黑纱工会。那小子人呢？一名独眼龙声音阴恻恻地询问道。龙哥，那小子进去了，我看得真切，他才9级，却敢单刷14级地精矿洞副本，他身上肯定有厉害神器。昨日我在任务工会时，隐约听到他还杀了灾厄。那名先前跟踪杨凡的尖嘴猴腮黑纱工会小弟急忙说道。嘿嘿，厉害神器8、9不离10，否则以他等级不可能顶着极限单刷14级副本。我们就在这里守着，等他出来，来个瓮中捉鳖。独眼龙一群人阴险奸笑起来，似乎认定杨凡身上藏有10级以下神器。也只有这个说法才能很好解释他为何区区弱鸡9级就能击杀可怕灾厄。这让独眼龙等黑纱工会异兽师越发垂涎他身上那件神奇装备。地精矿洞中，杨凡指挥着3头异兽横冲手撞，根本不用他动手。所有地精守卫没有伊和之将，太垃圾了，
一点挑战性都没有。杨凡的经验条也是蹭上涨着。来对地方了，这处隐藏副本地精矿洞还真是杀怪升级的风水宝地啊！按照现在这升级速度，杨凡有信心在高考来临前冲到11级。砰！前方又出现了一只地精怪，然而这次刑天一斧头上去，居然没把对方秒了。遇到 BOSS 了！杨凡脸上表情有些惊讶，扔了个探测术过去。地精将军头目怪，等级14，力量6000，敏捷4000，精神3000，体质10000。被动技能将军之威，主动技能大刀斩冲击。将军之威降低敌人20%伤害，自身力量增幅10%。大刀斩地精将军发动凶猛刀击，对敌人造成300%力量暴击伤害。冲击地精将军召唤地精士兵虚影，对敌人发动冲击，造成150%伤害及击退眩晕效果。很强，如果是一般异兽师，莫说9级，哪怕是跟地精将军同级，遇到这拥有变态属性的地精将军，也得灰溜溜逃走。但杨凡这变态，拥有 SSS 级天赋神之鼓舞，异兽细微属性增幅10倍情况下更强。刑天几经举起手中战斧，发动第2次攻击，砰，又是一斧头，还是没砍死。这可把刑天惹毛了，什么档次，需要他砍2斧头？好！刑天一声嘶吼，手接发动技能嗜血狂暴，击杀头目地精将军，经验值加5500，获得地精眼球，获得地精将军盔甲。地精将军盔甲优秀，力量加100，体质加100，特性召唤生命之盾，抵抗基于体质伤害，持续3分钟，10级后可用。杨凡看着击杀地精将军爆出来的盔甲，开心的笑了起来。先前他还盘算着攒点钱，在高考试炼来临前买件防御装备呢，哪知道地精将军如此体贴，手接给他爆出来了。因为10级才能用，杨凡只能先把地精盔甲收回系统仓库，随后他指挥3头异兽继续往前走。杀怪升级，杨凡并没有走得很快，因为地精王也就是1刀的事情，1刀不行就再来2刀。他主要任务还是在这里多杀点怪，升级，争取晚上副本结束前升到10级。这样一来，明后2天他随便杀点怪都能冲到11级。想进入大夏第一学府天龙学院，10级只是刚刚获得这所学院录取最低门槛，能否被录取，除了高考试炼成绩外，还得看天龙学院脸色，毕竟录取名额有限。如果有许多符合录取要求的异兽师同时报名天龙学院，天龙学院肯定会挑拣，选择其中最优秀那些。而若是杨凡能升到11级，那将会获得最优先权。傍晚，伴随着一阵白光从杨凡身上亮起，他终于升到了10级。姓名杨凡，等级10%0.18，力量800，敏捷910，精神1500，体质700。受符山海经超神品为1。注一，无视国运神殿图腾，随机召唤山海经里记载的所有异兽、神灵等。注2，凡是山海经里召唤出的异兽、神灵等，替主人承担全部伤害。天赋神之鼓舞1级，主仆所有能力获得10倍增幅为1性。被动技能无主动技能，异兽召唤1级，灵魂撕裂1级。灵能0300，异兽3/3装备精神手杖蜘蛛精面具。杨凡升到10级，细微属性长一大截。先前杨凡记得9级时精神力才900不到呢，现在几经飙升到1500了，很猛。杨凡见升到了10级，也不再继续慢悠悠杀怪升级，手奔副本最深处找地精王唠嗑。地精王首领等级15，力量8000，敏捷5000，精神4000，体质12000。被动技能王权，主动技能王之嘶吼，地精召唤王权，获得40%免伤，增幅召唤地精15%力量，压制对手5%力量。王之嘶吼，地精王发出尖锐刺耳嘶吼，对敌人造成基于精神250%防御伤害。地精召唤地精王召唤出10只地精守卫，有概率召唤出地精将军。这细微属性堪称弱化版的灾厄啊！而且几个技能也一个比一个牛逼。不过杨凡召唤的3头异兽更强，盘他！杨凡立刻下达命令。好！刑天一马当先冲了过去，砰！一斧头下去，地精王手接滚滚头颅落地。
连吱都没吱一声。这杨凡看懵逼了。虽说刑天新觉醒的第2被动技能超破坏非常牛逼，但只有 1.5% 触发秒杀概率，好吧？这么巧，第1斧头就触发了，这 1.5% 触发概率怕不是假的吧？击杀首领地精王，经验值加1万，获得地精王头骨，获得地精眼球，获得1颗灵能石。地精王遭秒杀，爆出来的东西倒是不少，有几件装备，但杨凡看了眼属性，很垃圾，连先前杀的地精将军爆出来的装备都不如。杨凡见地精王头骨到手，也不在这里多耽搁，立刻打道回府，打算把这地精王头骨给江小茹那臭女人。这样一来，他俩奸账就可以两清了。地精矿洞外，那群黑沙公会异兽师等得逐渐烦躁起来，毕竟他们都他妈在这外面守1天了。龙哥，这小子毕竟才9级，该不会是被里面的地精守卫给干掉了吧？不可能，这小子既然能杀死灾厄，肯定能轻松对付这些地精守卫。那怎么，龙哥快看，出口传送阵有动静了。这时地精矿洞传送阵之上亮起了一道白光，代表有人从里面出来了。杨凡刚从地精矿洞里出来，看到前方聚集了一大群异兽师，吓了一跳。什么情况？不是说这里的地精矿洞是隐藏副本吗？怎么会有这么多异兽师发现？杨凡一脸懵逼，心头想半天也没想明白。随后他摇摇头，没再想下去，净手就要离开。杀杀杀杀！只是没等杨凡抬脚走几步，那些黑沙公会的异兽师就不怀好意的冲过来，把他给堵住。你们做什么？杨凡拧起眉头，发现情况不大对劲，似乎从他出来时，这些异兽师视线就没有离开过他身上，眼神充满了贪婪与炽热，好像杨凡是什么大美女一样，让杨凡一阵恶寒，鸡皮疙瘩掉一地。MMP， 这年头变态这么多的吗？小子，进入地精矿洞副本是杀地精王的吧？怎么了？杨凡看了眼独眼龙，反问道。等你1天了，把地精王头骨交出来。另外，我想借下你身上的那件神器用用，不还那种，嘿嘿。独眼龙舔了舔干裂嘴唇，笑得很猥琐阴险。打劫！杨凡冷笑看着独眼龙这群异兽师，尽管他不太清楚他们口中说的神器是什么，但他算是看出来了，这群孙子不怀好意。什么叫打劫？我刚刚不是说了吗？世界麻溜点！独眼龙再次催促，摆明了是要明抢。西周那些黑沙公会小弟们也奸诈的笑着。我若是不给呢？杨凡脸色渐冷，开口道。不给，是在跟我说话吗？独眼龙脸色一寒，下一刻他就手接从系统仓库里。此时杨凡丝毫不怀疑，如果他口中再说出个不字，脑袋就会被射开花。现场气氛也瞬间沉闷压抑下来。杨凡目光环顾了一圈，再次落到独眼龙身上，他深吸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这种时候不能慌，也不能急，否则只会越发被动。既然你们想要地精王头骨，那就送你们。杨凡取出地精王头骨，递给前方独眼龙。噗呲，老子还当这小子多有种呢，原来就是个菜啊！可不是吗？刚刚说话口气还相当硬气，结果龙哥刚掏出弩弓就怂了。一群黑沙公会小弟瞧见杨凡这么快就吓尿了，当场嘲笑羞辱起来。不错嘛，还有点眼力劲，把身上神器也拿出来。独眼龙鄙夷地看了眼杨凡，又道：神器？少你他妈给老子装！你早上来时才仅9级，9级单刷14级地精矿洞副本，身上没神器谁信？独眼龙冷笑怒骂起来。杨凡闻言，终于知道这些孙子拦住他真正目的了。神器？他有神器吗？不过他变态的受服与天赋强过任何神器。好，你们想要神器，我就把神器送给你们。杨凡爽快点头，随后他便做出要取仓库里神器样子。这时独眼龙等人全都睁大眼睛盯着杨凡，不自觉地放松警惕，把手中弩弓放了下来。敢抢老子东西，老子让你们断手断脚！下一刻，杨凡脸色骤然一寒，暴起发难。小杂种，你他妈找死！独眼龙反应极快，瞬间举起手中弩弓，朝着前方的杨凡就是一箭。然而没等弩弓上弓箭射出，杨凡的身影就诡异的消失了。一人！独眼龙脸色一正，下意识的询问，只是未等他话说完，
惊魂一幕便发生，扑通，独眼龙口中连惨叫声都没来及发出，身躯就轰然倒地，一命呜呼，死了。这时，杨凡的身影也再次现身，出现在远处。黑沙公会那些异兽师瞧见杨凡一个照面，就把他们大哥独眼龙给秒了，吓坏了。大家召唤出异兽，干死这个小杂种，为龙哥报仇。对，这小杂种尽管有些邪门，会隐身，但我们这么多人一起召唤出异兽，他必死无疑。黑沙公会异兽师很快回过神，组织起进攻。吼、嘶、嗷，一声声嘶吼，一声声咆哮。杨凡前方出现了10几头体型巨大的异兽，小逼崽子，还装吗？我们这么多异兽，一头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黑沙公会异兽师们立刻对杨凡冷嘲热讽。哈哈，是吗？杨凡笑了，瞬间他也把3头异兽从异兽空间召唤出来。吼！一声嘹亮龙吟传来，强大的龙威把远处那些黑沙公会异兽师们召唤出来的异兽吓得瑟瑟发抖，烦躁不安。烛龙可是 SSS 级龙族，龙，百兽之王。这群黑沙公会异兽师召唤出来的异兽，不过是连 A 级都不到的普通货色，岂能相比？神？什么？2只 SSS 级异兽，1只 SS 级，我的老天爷，我看到了什么？我在做梦吗？大哥，误会，这真是误会，我们这就滚，这就滚。前一刻还嚣张跋扈的黑沙公会异兽师瞬间怂了，他们看着杨凡召唤出来的3头强大恐怖异兽，吓得尿裤子。到此时，他们才猛地发现招惹上了怎样的存在。什么狗屁神器？有这3头变态异兽在，哪里还需要神器？去哪个副本？不是横着走？误会？你们说误会就误会吧，我不想招惹你们，你们却来打劫我，给我死！话落，杨凡猛地抬起手，打了个响指。吼！刑天一马当先，手提巨斧，以着最快速度冲了过去，一斧头一头。那些黑沙公会异兽师们召唤出来的那些臭鱼烂虾异兽，没有一头能够顶得住刑天这战神一斧头的。片刻间，黑沙公会异兽师们召唤出来的异兽就被全部杀光，他们吓尿了，哭爹喊娘想跑，但杨凡3头异兽却不给机会，手接追上去，送他们去见太奶奶。从战斗开始到结束，仅仅过去2分钟，这场一面倒的战斗就以杨凡完胜结束。杨凡看着狼藉的地面，心头波涛汹涌，久久不能平静。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杀人，尽管是他召唤出来的异兽杀了这些个人渣异兽师，但杀人跟杀怪物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杨凡平复下内心情绪后，赶紧离开这里，以免被人给看到，惹来不必要麻烦。回到城里后，杨凡先把抱的地精王头骨送给江小梅，接着杨凡就回家休息。喂！杨凡才到家门口，被人毫无征兆地拍了下胳膊，突如其来的情况把杨凡吓了一跳。下意识，杨凡转过身，抓住那只手，要把对方干掉。周颖同学，怎么是你？杨凡摸出匕首，还未给对方致命一刀，就陡然发现身后之人居然是校花周颖。你这家伙干了什么亏心事？我也就拍了下你肩膀，你反应那么大干嘛？抱歉，我还以为你怎么来了。杨凡忍不住问了句。松手，你弄疼我了，你这个混蛋，为什么故意躲着我？周颖不提起这件事，不来气。我操，故意躲着你？杨凡看着周颖气呼呼样子，懵逼了。各位老少爷们，他有故意躲着周颖这位校花吗？他怎么不知道？难道不是吗？周颖见杨凡还狡辩，更来气。周颖同学，虽然你长得漂亮，但不能不讲理。我什么时候躲着你了？杨凡回过神，急忙询问一句。这个锅他不背。你没躲着我，你今日为什么没去蜘蛛洞副本？周颖美目一眨不眨盯着杨凡，反问句。我没去蜘蛛洞副本，那是我有点事情。本来杨凡是想要跟周颖说，他今天去隐藏副本地精矿洞升级去了，那里的怪物等级更高，给的经验值也更多。但杨凡猛地想起先前发生的事情，到了嘴边的话又硬生生咽了回去。他杀了黑沙公会异兽师的事情，可不能让第2个人知道，否则极有可能遭到黑沙公会报复。你这家伙是变态吗？这么快就升到了10级，我才8级。周颖尽管不相信杨凡说的鬼话，但听到杨凡并非故意躲着他，脸色总算好看一些。随后他见到杨凡居然几经升到了10级，当场就吃惊的
差点把眼珠子瞪得掉下来。难怪这家伙敢浪费1天时间不去副本练级，原来几经升到10级了。苍天啊，大地啊，仅仅5天时间就冲到了10级，不考虑下别人感受的吗？能不能别这么伤人自尊心？嘿嘿，运气好了点，其实你也很优秀的。杨凡急忙拍了句马屁，敷衍，我不管，你明天带我升级。周颖几经没心情再跟杨凡比谁更优秀了，这厮都10级了，他才8级，输的还不够彻底吗？这时周颖心头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明后2天一定要冲到10级，一定要在高考试炼上取得优异成绩，考上大夏第一学府天龙学院。带你升级，你等级不是够高了吗？考高等学府几经够了啊？我要报考天龙学院。周颖没等杨凡话说完就打断了。什么？报考天空学院？为何？杨凡瞪大眼睛露出吃惊之色，他真没想到周颖志向这么大，居然跟他一样要报考大夏第一学府天龙学院呢。你敢我？周颖俏脸微微一红，白了眼道，这家伙一点也不了解女孩子心思。嘿嘿，那好吧，明天带你升级。杨凡见不带他升级，周颖不答应，加上他的志愿是报考天龙学院，最终杨凡只能无奈答应下来。约好时间，周颖就回去了。第2天清晨，杨凡还没睡醒，周颖就跑来敲门了。咚咚咚咚。杨凡，你这家伙，你要睡到什么时候？你是猪吗？这么能睡？周颖一边敲着门一边埋怨。我说周颖同学，这才几点啊，能不能别扰人清梦？杨凡见离副本开放时间还有1小时，满脸不满。扰你清梦？他不是扰你春梦吧？周颖白了眼，随后他发现这样说好像很不妥，俏脸又红了。快点快点，赶紧洗漱一下，我还差2级呢，只剩下最后2天了，得抓紧时间冲级。杨凡不急，周颖是真的很着急，若是不能在后天到来前冲到10级，他可就没办法报考天龙学院了。放心，有我带你升级，保准你明天升到10级。杨凡打了个哈欠，自信满满道。得了吧，待会儿谁带谁升级还不一定，就会吹牛皮。周颖撇了撇嘴，没把杨凡话当回事。一会儿后，杨凡洗漱完毕，2人从家里出来，向着蜘蛛洞副本走去。本来杨凡为了能让周颖升级快点，是想要带他去地精矿洞副本冲级的。我靠，凡哥，你这是在跟周颖校花约会吗？他怎么从你家里出来了？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怎么一点风声没听到？刘洋陡然瞧见杨凡与周颖走在一起，眼珠子差点瞪得掉下来。你大爷，闭嘴！周颖同学是早上来找我升级，别乱说。杨凡手节冲过去，一脚踹在大嘴巴刘洋屁股上，这厮有毛病是不是？怎么什么话都乱说，让周颖误会了怎么办？这时周颖俏脸红到了耳根，看起来有些慌张扭捏，也不解释。了解了解。刘洋一边揉着屁股，一边对杨凡贱笑起来，一副兄弟我懂，你不必解释猥琐表情。草！杨凡看到这里，真想再弄他一顿。副本时间快到了，赶紧走吧。周颖见杨凡这家伙压根不关心他等级事情，有些来气。刘洋，走走走，一起，我带你升级去。杨凡朝着羞红脸的周颖看了眼，感觉单独带他去升级的确很容易让别人误会，故此杨凡手接把好兄弟刘洋喊上。这厮现在才5级呢，好不容易觉醒了个不错兽服，别到时大专都考不上。你10级了。刘洋听到杨凡的话，立刻嘲笑起来，结果他查看完杨凡等级后，眼珠子差点瞪得掉下来。10级？我低亲妈啊！6天时间升到了10级啊呸，不对，今天才是第6天，5天时间升到10级。杨凡，你这混蛋，没完了是不是？你看清楚，刘洋才5级，到蜘蛛洞副本里那些10级以上高等级怪，他的异兽扛得住吗？刘洋看了眼周颖，哪看不出来他心头生气来。凡哥，不用，你跟周颖校花去约会啊，陪去升级就好了，我等级太低了，就不跟你们一起拖后腿了。刘洋满脸尴尬，拒绝了杨凡的邀请。周颖脸色好看了一些，然而还没等周颖心头消气，杨凡接下来一句话又让周颖抓狂。什么拖后腿？我带你升级，又不要他带，到时你在后面站着看着就行了。晚上副本结束，杨凡险之又险冲到了11级，周颖也如愿以偿到了10级。耶，终于到10级了，
好险好险！周颖见升到10级，开心的不得了。杨凡瞅了眼他，顿时被周颖给抓了个正着。你这混蛋，看什么看？周颖俏脸微微泛红，有些心虚。不过他仗着不讲理，先声夺人，把杨凡骂了顿。杨凡被周颖骂得莫名其妙，一脸懵逼，朝他看一眼，也不行了吗？连续带他2天升级，没功劳也有苦劳吧？这么凶巴巴对他，良心不痛吗？走，为了感谢你带我升级，我请你吃饭，不准拒绝。随后，周颖立刻拽着杨凡去吃饭。杨凡见他那副霸道不讲理样子，到了嘴边话，硬生生咽了回去。第2天，参加高考的学生早早就到操场集合了。哈哈，老苏，我们班周颖升到了10级，全校第1。你们班杨凡呢？几级了？周颖班主任张国富意气风发。本来周颖申请去蜘蛛洞副本升级，他心头还担惊受怕呢。岂知周颖如此给力，一鸣惊人，在短短1周时间冲到了10级。10级，这可是大夏第1学府天龙学院录取的等级门槛啊！杨凡还没来，苏天国脸色颇为不自然。他来到这里，也一手在找杨凡身影，心头对于杨凡到了多少级很关心。可他找半天也没找到。没来，该不会是去召唤的异兽被那些高等级怪杀光，没脸来参加高考了吧？哈哈。虽说异兽被怪杀了后，异兽师可以重新召唤新的异兽，苏天国没有搭理张国富嘲讽。这时，远处一道身影风风火火跑过来，本来苏天国还以为是杨凡来了呢，到近前一看，发现是刘洋。刘洋，你怎么到现在才？什么？你7级了？苏天国见刘洋这刺头生，高考试炼这一天都敢迟到，黑着脸摆出班主任威严，要把他给劈头盖脸教训一顿。结果当他看到刘洋等级时，瞬间失声惊呼起来，一脸难以置信。刘洋的兽服与天赋以及召唤出来的异兽都很普通，先前见到时才刚刚升到5级。苏天国心头猜测，他在高考来临前能升到6级，考个2本几经顶天了。结果他2天不见，首冲7级，成为那些重点大学优等苗子。就在苏天国回过神，打算问问刘洋是不是开挂时，一道身影出现在眼前。这次真是杨凡来了。11级，我的老天爷，我不是看错了吧？苏天国几经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了。11级，大夏第1学府天龙学院几经向他在招手。老师，抱歉，我来晚了点。杨凡走到苏天国身前，尴尬道歉。都怪周颖这个校花，昨晚他本来是不想去吃饭的，他非拽着不让走，美其名曰感激杨凡这2天带他升级。睡过头了？没事没事，这几天拼命冲级，累坏了，睡过头也正常，去排队吧。苏天国连连摆手，体贴的选择原谅。天龙学院，我杨凡来了。杨凡抓紧拳头，看向准备开始的高考试炼。